求求你，再试一些粥吧。今日粥尽，明日再来。那你明明还有粥的，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们？哼！一群猪狗不如的东西，胆敢扰乱粥铺！我家老爷收一女，12岁以上，16岁以下，面容姣好者只米半斗。爹，娘，把女儿卖了吧，省着些吃，半斗米能吃好些天。好说是死，把女儿卖到大户人家，变做丫鬟，岂能活下去？兰儿，这哪是什么大户家丁，分明是买卖妇人的牙块。哼，夏家世代清白，便是举家饿死。爹爹，大弟已经没了，二弟死不得，赵家还要他传香火。爹娘，你们就当给女儿留条活路，女儿也不想饿死。去吧，兰儿，娘为你梳洗。年仅6岁的小女儿夏真芳默默地看着这一切，似乎什么都懂，又似乎什么都不懂。北运河已枯得没法行船，当河水洗进夏真兰的脸庞后，显得那么的清秀而又惹人怜爱。不收了，一女已经收齐了。我识字，倒也是个美人胚子。我爹是秀才，我祖上有人做官。还是书香门第。我值3斗米。3斗米？这年月便是官宦小姐，最多也只值1斗。就这些，爱要不要？却被尽数难通，咫尺与不得，何人问我念我？娘，女儿走了，你跟爹爹要保重。兰儿，你也要保重。姐姐，我要姐姐。芳儿莫哭，姐姐去过好日子，姐姐是去过好日子的。我要姐姐。这年头命比草贱，即便是夏真兰这等有学识的女子，也只换来1斗米而已。至于其余人怎么活下去，难民中又为何罕见孩童的身影，大家都心照不宣的闭口不谈。这烂了的世道，叫人再也当不了人。你们要作甚？滚！快滚！对于他的突然拔刀，夏真芳吓了一跳。可当他抬头望去时，却发现一伙饥饿的灾民目光正死死盯着他们身后的粮食，而更远处，之前同样卖了闺女的人家所获得的粮食早已被抢夺一空。不是说今天要施粥吗？施粥的在哪里？已经施完了。这还没到晌午，怎么可能施完了？糊弄鬼呢！大哥，咱总不能白跑一趟，看看这些苦哈哈身上还有没有油水。水还有粮，统统交出来！快跑！上！娘，恶贼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当家的，不要管我，快逃，快逃！恶贼，拿命来！爹爹，爹爹！聒噪的很。老齐，够了，小女娃也杀，抢东西要紧。外城的饥民转瞬间便逃散了，只留下数百具尸体，有些是马匪杀的，更多的则是死于自相踩踏。而看守内城的官兵全程目睹了这一切，但没人愿意过来相救。就这样，直到傍晚，夏真芳的嗓子都哭哑了，可父母还是没有回应。他知道爹娘这是睡着了，就像1个月前的大个月。不知过了多久，
夏真芳迈步走向附近的尸体，那里有火堆还未熄灭，残破的瓦罐里有粥，地上也撒了一些米粒。将沾着鲜血的米粒小心刨进瓦罐后，夏真芳便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收集几个瓦罐里的水，跪在那里等着煮粥喝。爹爹，不睡觉，快起来喝粥，喝了粥就不饿了。娘，喝粥就不饿了。娘，快起来喝粥啊！见父母始终没有回应，一股巨大的恐惧感瞬间袭来，小姑娘吓得开始嚎啕大哭。二哥，快起来喝粥！虾仁由于高烧不退，迷迷糊糊的并未彻底醒来，只是咳嗽了2声，便再次昏沉睡去，只留下一个6岁的小女孩，吃力的将粥往她嘴里送去。终于，天津城里的官员组织人手过来收尸，毕竟如今正值夏季，几百具尸体若不处置，很容易就会酿成瘟疫。小五哥，这个还在喘气，活不成了，一并拖去乱葬岗。没有受伤，就是热的，灌半碗粥还能活过来。你给他粥喝，我自己都吃不饱，哪有粥给他？那你废话作甚，拉走卖了。不准碰我爹爹！你爹已经死了，我们给他下葬。爹爹没死，爹爹是睡着了。娘，左右不过2具尸体而已，小姑娘不让搬，我们也正好可以省事儿。那是我二哥。合着是一家子，真是惨得很啊！夕阳西下，月亮不知什么时候爬上了夜空。6岁的夏真芳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，可她却依旧撑着瘦弱的小身体，将二哥拖到了爹娘的中间，然后默然守在那里等待天亮。我这是到了哪儿？崇祯元年，新皇登基。二哥，我饿。虾仁还记得昨天小姑娘曾给他喂粥，不管出于身体残留的亲情，还是报答对方的救命之恩，他也理应照顾这个妹妹。不怕，二哥给你找吃的。可刚站起来，虾仁的身体就明显撑不住，轻飘飘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。于是他干脆顺势跪下去装可怜。二哥，爹说大丈夫在世，只会天地君亲师，不会讨什么食。那爹有没有说过大丈夫当能屈能伸？现在跪着是为了今后还能站着，跪吧，就当咱们是跪着休息了。就这样，兄妹俩并肩跪于官道，各自手捧破瓦罐，希望能向过路的行人讨些吃的。老爷们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。滚开，别挡道。二哥，我饿。夏真芳又饿又渴，昨天唯一的一点米粥还被他喂给了虾仁，此刻又被日头直晒，很快便陷入了半昏迷状态。恰逢城内士族又出城收尸，虾仁没有拦着，目送他们把父母的尸体搬走。这个身体只有10岁，而且太饿了，根本没有力气。小妹，爬到二哥背上来，咱们去内城弄吃的。二哥，就这样，虾仁趴在地上，小妹趴在他背上，驮着往内城爬行，狼狈的犹如2条野狗。各位看官，我看评论有观众说小妹的配音不好，所以想问一下大家，要换配音吗？还有，大家可以点击左下角链接，搜索逆袭皇帝观看完整版。大家让我吃一点吧，要饿死了。小妹别怕，等到了内城，哥带你吃好的。公看哪来的臭乞丐！此刻虾仁已经要被饿晕了，即使再怎么愤怒，也只能扶着摔倒的小妹，努力挤出讨好的笑容。军爷行行好，放我们过去讨口饭吃吧。想过桥可以，从我当下葬过去。好你个魏四，欺负孩子算甚好汉啊！老刘，我就跟他们开个玩笑，放人过去，是死是活，看他们自己的造化。敢问恩公尊姓大名？我兄妹2人若能活命，
他日必定结草衔环以报。原来是位遭难的小相公。我叫刘莽，天津新军的一个小管队，这里有些铜钱，拿去买些吃食。谨记恩公大名，他日有缘再会。说完这些，虾仁重新趴到地上，让虚弱无力的小妹伏在自己背上抓好，又像狗一样慢慢往前爬。老刘，你掏钱做事，这两个小的饿的都不能走路了，连进城都得爬过去。就算今天吃饱了，明天也要饿死。我家那一双儿女也是这般大，图个心安而已。老板，来个馒头。走远点吃，莫要耽搁我做生意。谢谢。小子，在天津讨饭吃，拜过码头没有？这馒头算是入伙钱，今后每天上供5文。眼看着好不容易到手的馒头被抢走，虾仁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怒火。再联想到这一路的艰难，当下也顾不得身体虚弱，奋力站了起来。还给我！小娘养的，乐得站都站不稳，还敢跟爷爷耍横！虾仁早就饿得发晕，此时看人都是蠢女，他已无力站起，只能使劲往前一扑，抓着乞丐头子的脚踝，把馒头还给我！滚开！不准打我二哥！你这个死丫头，滚开！小妹，松口，快松口！赶紧救老大！虾仁就这样咬住对方的脖子，死也不松口，哪怕后背已经被打得鲜血淋漓也不松口，因为他知道这个馒头是他们兄妹俩唯一活命的机会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回过神来的虾仁大口喘息着，好像三魂七魄已经没了一大半。归根结底，他也只是个孩子。我杀人了！给人跪地乞讨，遭人手拎脚踹，还被逼着钻裤裆。虾仁为了活命都认了，可好不容易弄到吃的，竟被几个乞丐欺负，现在却又杀了人。穿越过来后，好像一切都在和他作对。二哥，吃。就这样，虾仁一边吃着馒头，一边等待着官差。可左等右等，却始终不见人影。当街闹出人命，居然没人去报官。也是，死一个乞丐而已，天津城哪天不饿死人？走，二哥带你去找过夜的地方。这个开局不算惨，至少抢到了一根打狗棍。二哥，你吃，我已经吃饱了。虾仁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半块馒头，并没有拒绝，而是欢快笑起来，把本来就不够塞牙缝的食物再次分成2半，分着吃。虾真方撕扯馒头卸放嘴里，舍不得咀嚼，也舍不得吞咽，只用舌头品味食物的芬芳。二哥，馒头真好吃。等二哥赚了钱，让你每天都有馒头吃。那可真好。虽然只是一杆简易的竹矛，但关键时候也能够自卫的。毕竟现在除了随时可能饿死之外，还有无数潜在危险等待着我。抚摸着竹矛，虾仁总算有了些安全感，产生了一种可以掌握自身命运的错觉。第二天清晨，虾真方被饿得醒了过来，虾仁便背着竹矛，一手牵着妹妹，慢慢向街区走去。由于各自吃下半个馒头，兄妹俩都恢复了少许体力，至少讨饭时不必像狗一样爬行。你们找谁？夫人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，菩萨保佑你长命百岁。
家里真没剩吃的，你们去别处讨饭吧。那给口水喝行吗？渴得很。你们等着。你们讨饭的碗呢？被几个乞丐打烂了，他们不许我在这里要饭。唉，也是个遭难的少爷，拿着喝吧。多谢恩人。虾仁饮水之后，总算有了些精神。他没有继续在这条被街巷道讨饭，而是一路寻到码头东街，那里是整个天津最繁华的地方。掌柜的，我祖上是御厨，有独家烹饪秘方，只要10两银子。小叫花子，快滚远点！看来那些穿越小说都是骗人的。就是他下了我们家老大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！赶上我们老大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有本事就过来！撤！一群大老爷们欺负2个孩子，是个练家子，快回去禀报侯爷。多谢恩公相救。你很不错，就算我不出手，他们也不是你的对手，顶多是多挨几棍。打得热闹，给爷赏。无妨，拿着吧，买些带有水的包子。多谢老爷赏赐。捡起地上散落的铜钱后，兄妹2人便连忙跑去买吃的，买带着肉馅的天津大包子。真好吃，比馒头还好吃。虾真芳吃的腮帮子鼓起，就像一只护食的小仓鼠。改天弄到银子，二哥给你买更好吃的烤鸭。二哥，爹和娘是不是已经死了？我知道什么是死了，就跟大哥一样，睡着了，醒不过来。不怕，有二哥在呢。我不怕。吃着热乎的包子，虾仁脑子混乱的很，他不知往后的路该往哪走。难道要一直讨饭过日子吗？侯爷，已经有消息了，那俩兔崽子进了马柳巷。侯爷本名邓贵，军户出身，后逃难做了乞丐，掌控着北城外的所有乞讨业务，顺便还兼职小偷小摸。丐帮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完了，派几个人把巷头巷尾堵住，逮到了直接打断腿。旱了几个月，老天爷总算要下雨了。侯爷，不如明天再动手。一群乞丐而已，真不敢冒雨做事。临出病来根本没钱医治，哪怕一个风寒都能要了他们的命。明天动手也行，但得派人跟着，我怕那小兔崽子要跑。二哥，要下雨了。走，先找个地方避避雨。兄妹俩饱餐一顿，又歇息许久，此刻不再虚弱，当即手牵着手，摸黑寻找能遮风挡雨的地方。人呢？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你是谁？为什么跟着我？没有。说，小祖宗饶命！你杀了侯爷的人，侯爷说逮到了直接打断腿。你们都是孩童，断了腿更好讨饭。打断我和妹妹的双腿去乞讨。侯爷是谁？侯爷就是侯爷，北码头附近的叫花子都归他管。天空中的雷声愈发激烈，雨点开始向下急速坠落。虾仁突然变得沉默，握矛的双手松了又紧。我和妹妹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，为什么总是这么艰难？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，虾仁迷茫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起来。
说那个侯爷住哪？就住在码头西街，带我过去。此时的雨势愈发急速，等来到西街时，虾仁兄妹俩浑身上下都已湿透。就是这家，再看清楚些，我闭着眼睛都不会认错的。小祖宗，地方我带到了，能不能把我放了？不行。小妹，等我出来，不要乱走。二哥，我晓得。院墙不高，但淋雨之后很滑。虾仁又年又矮小，试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。这下场面有点尴尬，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杀人，却连别人家的院墙都进不了。狗洞！你是谁？我好像没得罪过阁下。哦，刚才还要打断我的腿呢，现在就不认识了。我知道错了，小兄弟，求求你放我一马吧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在将侯爷杀死后，虾仁随意搜刮了一番，便赶忙离去，约莫有个10几两银子，够他们兄妹二人活一阵子了。你自己走吧，侯爷被我杀了，你带的路。我是主犯，你是从犯，知道啥意思吗？知道，我啥都不晓得。聪明，小妹，咱们赶紧走。就这样，虾仁背着小妹一路冒雨跑向内城区。他不敢在码头混了，因为侯爷上面肯定有人罩着。眼下女真即将破关而入，到时候兵荒马乱的，天津恐怕也不安全了。自己和小妹尚且年幼，如今之计只能寻个机会南下，先在南方长大成人再说。天津北城墙塌了几10丈，20年来一直没有修复。兄妹俩借着大雨从城墙缺口爬入，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天津城内。虽然吃了肉包恢复些精力，但终究长期营养不良，已经快要走不动了。雨夜偷袭杀人，看似没费什么力气，但其实紧绷的神经已经将虾仁的精气神耗尽，能跑到这里，全凭一股意志在支撑。但即使是这样，虾仁在停下后，依旧将妹妹抱在怀里，哼唱着儿歌哄她睡觉，而小妹也将她抱得死死的，似乎是怕失去最后一个亲人。啊！小妹，来，二哥给你梳头。好啊，好啊。虾真芳颇为欢喜，毕竟是个小姑娘，靠坐在哥哥怀里，甚至还有闲情接住言外细语，似乎把之前的悲惨境遇都给遗忘了。没想到这从侯爷家顺来的梳子还挺好用的，头发打结成这样也能梳开。小姑娘一直靠在哥哥怀里，避虱子的时候很痛，可梳头时却很舒服，这让她不由得闭上双眼，完全忘记了烦恼，好似回到了以前无忧无虑的日子。二哥，梳好了吗？梳好了。二哥梳的辫子真好看。等雨停了，找地方洗个澡，我们小妹就更好看了。我也给二哥梳头。怎么没见过吗？二哥我这叫聪明绝顶。就这样，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兄妹二人一起躲在檐下，互相梳头捉虱子玩。虾真芳已经记不得有多久没这么开心过了，只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这一刻。城内的治安要比城外好些，所以在正式南下之前，虾人都不准备出城，甚至想尝试着寻找工作。掌柜的，小子前来天津投奔亲戚，可惜亲戚也艰难度日，但好在有着一身宫廷厨艺，所以想要自力更生，不知可否在贵店做厨子？宫廷厨艺，真要如此的话，倒也不是不行。只是你说自己来天津投亲戚，把你亲戚叫来做保，城外的保人不算，只能是城内的。
啊！虾仁听后瞬间傻眼，他不知道，在古代各行各业都重视保人，哪怕只是个打杂的，也得有3个保人出面，并且保人还必须是本地清白人家。掌柜的，不如让小子烧一道菜，您先尝尝味道如何？滚！掌柜的，我还会说书，要不我现在就说一段。看来做工赚钱是没希望了，那就即刻南下吧，抢在秋天到来之前抵达相对温暖的南方，免得冬天留在天津被活活冻死。下定决心的虾仁没有立刻动身，而是带着小妹来到了一家药铺。老板，你这可有外伤药？哪种外伤？肛裂。前身这死因真是让人难以启齿啊！昨日便秘，那血流的就跟大姨夫串门一样。哎，无论如何，咱也算刚烈的男人了。拿完药后，虾仁便又带着小妹去买包子。他没有省着用钱，肉馅包子、蔬菜包子，每天轮换着买来吃。钱可以再赚，但身体必须养好。淋了一场大雨，居然没生病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二哥。我冷。虾仁听后，连忙将小妹紧紧搂在怀中，试图用自己单薄的身躯来给她带来一点温暖。这鬼天气，才农历8月初啊，竟突然袭来一股寒潮，果然是小冰河时期，简直不给穷人留活路啊！天津没法再待下去了，昼夜温差本来就大，若再不动身南下，入秋之后肯定被冻出毛病。兄妹俩就这样艰难度过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，虾仁买了一些干粮后，便带着小妹出了城。天津城外的灾民已经达到5万之多，入目所见，草根树皮已经全部被吃光，就连路边的尸体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食物。此时的人已经不能再称之为人了。小妹拉着二哥的衣服，跟在后面，别走远了。虾仁挺矛前进，随时做好了杀人立威的准备。这乱世容不得丝毫妇人之仁，可惜一个孩童表现的再怎么凶狠，终究是没有大人护着。你们从城里出来，有吃的没？没有。没有？那就把这小女孩留。还有人想要我妹妹吗？先问问我手中的竹矛答不答应。虾真芳低头看着死去的灾民，鲜血淋漓，让他颇为害怕，小手死死拽着二哥的手。大哥，点子扎手，没必要拼命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被官兵欺负且不提，如今还被一个孩童唬住，反正都要饿死了，索性结伙干一票大的。就咱们3个？哪里才3个，成千上万呢。是啊，要饿死的何止他们3个，成千上万的人都要饿死了。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造反。贼老天，昨晚都还冷得要死，今天差点给小爷晒中暑，一天才走了20里路。听说前面有个天妃庙，今晚就去那里过夜吧。天妃庙坐落在运河边上，里面供奉着妈祖。妈祖不但是海神，也是漕运守护神，而且有大明朝廷的官方背书，因此远近闻名。这里不能住，快走！虾仁拉着小妹转身就走，不敢再停留一刻。只见此时的天妃庙里躺着密密麻麻的鸡鸣，而且看他俩的眼神全都泛着绿光，就像一匹匹饿疯了的狼。站住！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走了。虽然肉少了点，但也够大伙吃一顿的了。芳儿，爹，娘，爹，娘，不要丢下我！小妹，不好，她发烧了。小妹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二哥，我梦见爹娘了，好开心。别怕，二哥带你去找大夫。
现实就是这般的不讲道理。小姑娘跟着全家逃荒，期间风餐露宿，饥饿虚弱都没生病。在天津淋了一场大雨，全身都湿透了也没生病。遇到寒潮入侵，夜里冷得瑟瑟发抖，那时依旧没有生病。可如今气温正常，还能吃饱穿暖，却莫名其妙就生病发烧了。二哥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别瞎说，你死不了。我要是死了，肯定能见到爹娘，还能见到大哥，就是不晓得姐姐在哪。好吃的，他以前都留给我。我这些天好想姐姐啊！等长大了，咱们就去找姐姐。虾真芳听后没再说话，小脑袋轻轻靠在虾仁的肩膀上，眉毛也因发烧引起的疼痛而紧紧蹙在一起。可他却硬生生的忍住没吭一声，因为他怕二哥担心。即便休养了半个多月，但这副身体还是太弱了，体力远在同龄人的平均线以下。别下雨，别下雨，千万别下雨！正在发烧的小妹可淋不得雨。听到雷声的虾仁立刻变得心慌意乱起来，努力让自己的步子迈得更快一些，但渐渐的确实是走不动。老丈，你缺钱吗？谁不缺？请问这里还有多久到县城？大概10几里路。帮我把妹妹背到县城，这些铜钱是定钱，等到了地方，银子也给你们。真的？自己来取。慢着。只准一人去县城，其他人不能跟着。丑话说在前头，我怕你们杀人越货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试试。我这感冒已经杀了10多个人，不在乎多杀那么3、5个。虾仁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他体力几乎耗尽，根本不可能把小妹背去县城就医，只能赌一把，赌这3个农民是老实人。行，我跟你去，希望你到时候说到做到。就这样，农夫背着小妹前进，虾仁持矛跟在后边，一有异动就直接出手杀人。在足足走了大半天后，前方终于看到了静海县的城墙。小兄弟，到了，我就不过去了。可以，钱给你，谢谢。在送走农夫后，虾仁便背着小妹朝城门走去。可越走越心惊，他预感自己可能无法进城了。只因此时的静海县城外也有大量饥民汇集，而且有一部分已经越过城墙，散布于城外的居民区，在大街小巷到处讨饭吃。开城门！这位相公请回，县尊有令，禁止任何人进出。快去禀报王用事，就说盐山费大招来了。他要是不放我进去，等我回到江西，就宣扬他在静海县做的好事，叫他名声扫地。小子拜见先生。你是哪位故人之子？家父武清县举人，姓虾，惠侍郎。虾侍郎，未曾听闻令尊大名。一个落地秀才，你若听过才是怪事。我原本带着幼妹在天津讨饭，却经常遭到别的乞丐欺凌，于是选择南下。可途中幼妹突然病重，欲进县城求医问药，怎奈城门紧闭，不得入内。汝兄妹2人年幼，一路至此，想必不易。虾仁听着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意识到对方是一个打太极的高手，轻易是不会帮忙的。请先生带我兄妹2人进城。公子，举手之劳而已。起来吧，且跟我一起等着。多谢恩公。费大招你个混账！我是山西阳城王氏，可跟江西王氏没干系。你尽管回江西造谣便是，我今天还真就不让你进城。老弟真不让我进城，又何必亲自登城来见？放下柳筐，把这撕掉上来。
你自己坐进去。多谢。谁敢再踏前一步，准叫他脑袋开花！这2个孩童是我一故友之后，麻烦老弟帮忙找个好医生，带他们去县衙，请大夫来看病。多谢2位恩公。静海县饿殍遍地，贤弟为何还派皂吏下乡征剿田赋，就不怕激起民变吗？那些皂吏不是我派出去的，兄长相信吗？换做别人，我肯定不信。静海县政皆操于主簿李兴之手，余弟上任1年，诸多事务竟不能插手丝毫，仿佛那主簿才是一县主官。还有这等事？贤弟忍了1年，如今又全县大灾，是时候该收网了吧？知我者，盐山废大招也。老外，该你大显身手了。公子放心，些许宵小，手到擒来。你说什么？小妹治不好了，她明明只是发烧而已。虽然只是寻常的伤寒症，但患者本就体弱，又兼郁气已久，所以很难根治，一切只能看造化了。闻言，虾仁转头望向床上熟睡的小妹，心中不由微微一疼。前世如她这般大的小姑娘，本应在父母的怀中开心快乐才是，可如今却要跟着自己到处逃亡。这问诊钱谁来付？多少钱？看在县尊的面上，只收5000银子。另外，我的医馆也卖药，可让徒儿把药抓来。劳烦先生了。在付完诊费后，虾仁感到有些不安，因为以他身上现在的银子，只够买来2天的药。等见到王知县，看能不能死皮赖脸的讨要一些，若讨不来，那就再想办法。二哥在呢。这是哪？这是爹爹以前的朋友家里，你安心吃药养病。公子，药煎好了，我放桌上凉着。多谢姐姐，请问王知县现在何处？知县刚刚带了一队兵马出了府衙，具体去哪奴婢不知。将这些人全部押入大牢，罪名是勾结匪寇，意图谋反。王知县，快住手！李主簿也来协助抓捕乱党。胡说八道，这是良民士绅的差子，哪里有什么乱党？县尊在宅中搜出2副甲胄。敢问李主簿，依大明律，私藏甲胄该当何罪？你栽赃陷害，姓汪的别不识抬举，这静海县不是你说了算。李主簿，你如此惊慌愤怒，难不成也跟乱党有勾结？放屁！李主簿，县衙6房已有2房为我所用，你还能一手遮天吗？对了，新任知府已经履职，是我当年会试时的旧友，识相易谢，乖乖听话。大灾期间，我不想撕破脸。新知府到了，是哪位老爷？哎呦，怎么闹肚子了？快扶我回家入厕！狗一样的东西，连个举人都不是，还敢在爷爷面前嚣张跋扈！待灾民归乡，就让你脑袋搬家！而就在静海县热火朝天的抓捕豪强时，远在20里外的杨柳青镇，却被一个名叫踏破天的匪首带领流民围住。大伙听着，这姓张的鱼肉乡里，把咱们逼得卖女。今天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伸冤，杀了姓张的全家，把这狗东西扔到锅里煮汤喝。杀！就这样，本应是受害者的灾民变得凶残无比，见人就杀，见东西就抢，妇孺俱亡，就连无辜弱小亦不放过。听说了吗？杨柳镇那边出了一位名叫踏破天的好汉，带着大家伙喝酒吃肉呢。反正也活不下去了，要不咱们去投奔他？请走。随着消息越传越广，仅仅过了2日，起义军便暴增至6000多人，在踏破天的带领下，拖家带口的朝着静海县杀去。姐姐，县尊还没回衙吗？老爷昨夜回衙一趟，只睡了2个时辰，
大清早就又出门了。住进县衙已经1天2夜，买来的药已经快要吃光了，但小妹的病情时好时坏，反反复复，不知哪天才能病愈。如今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县尊了。姐姐，我要出去一趟，劳烦你帮忙照料小妹。公子放心便是。哎，也不知王知县这会到底在什么地方。县尊，此时的王用事刚使用霹雳手段将城里最大的豪强抄家，胁威反压做地虎李主簿，紧接着又迫使梁商平1米价，如此种种手段可谓非常高明。可眼看着明天就能开仓赈济饥民，杨柳清镇却带来了灾民起事的噩耗，这让他非常恼怒。我是独流镇巡检宋春明，有紧急军情来报，快快放我进城。叫他上来。县尊，饥民起事，独流镇已经没了。乱民有多少？几千上万。到底是几千还是上万？少则几千，多则上万。你的人呢？都没了，要么被杀，要么从贼。大昭兄，乱贼今日劫掠独流镇，怕是明日就要来县城。你帮着我守城，到时多借你10两银子路费。10两，至少100两。大昭兄所言，无有不允。可是乱民杀来了。李主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为何正是时候？本县想请李主簿帮个忙。什么忙？借军人头一用。县尊为何如此？此了盘踞境海多年，所犯恶事罄竹难书。如今县里出现乱贼，皆是他官逼民反所致。带着这厮的头颅出城安抚城外灾民，先把民愤平息下来再说。遵命。卢县城，你去召集城中大户，让他们立即出粮赈济百姓。若是不让百姓吃饱，怕是城里也得生乱。下官这就去。陈典史，你负责在城里募集乡勇，明天天亮之前，我要1000兵。是。县尊，有位小公子求见，说是县尊的晚辈。本县哪来的晚辈？轰他走！他说有破敌之计相告。带过来问话。草民见过县尊。你小小年纪，能有什么破敌之策？请问起事乱民有多少人？几千上万。请问这几千上万乱民有无兵甲装备？饥民造反，又没抢到军械库，能有什么甲胄兵器？再过些时候就要天黑了，请问乱民是否会连夜前来攻打县城？必然不会，今夜肯定在独流镇歇息，明日。真是好计策，果然后生可畏。快把陈典史叫回来，立即重金招募500壮士，本官要亲自率军夜袭。你献策有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小妹病重，无钱买药，还望县尊施以援手。此事一耳。二哥，你不要我吗？别瞎说，二哥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可是我听小环姐姐说二哥你要跟着县尊去打乱民。我听娘亲说过的，打架很危险的。没事，我就躲在后面凑个热闹，不会跟人打架的。爹爹走了，娘亲走了，就连姐姐也不见了。凡儿现在就剩二哥一个亲人了，凡儿不想你有危险。好，都听小妹的，二哥不去。二哥不许骗人。在将小妹哄睡着之后，虾仁便拿起了床边的竹矛，轻轻抚摸着。若有选择，他又何尝想将自己陷入危险之地？可他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在这乱世之中，他兄妹2人就如无根浮萍，漂浮不定。如今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在眼前，他要去争，为自己和小妹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二哥，凡儿等你回来，若等不到，
福儿就去寻你。全军听令，出发。进来！儿郎们保卫桑梓，就在此时。这些勇士在出发前，每人领到3两银子安家费，战后还能获得2两银子赏钱，并且3年免役，这足够让他们豁出命来。只可惜都不会打仗，隔得老远就全速奔跑。等冲到小镇以内的气喘吁吁，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。但没事，他们烂，农民军更烂。快逃啊！官兵杀过来了！只见此时的乱民已经被鼓声和大火声吓破了，带上自己抢来的钱粮转头就逃，只剩一部分踏破天的清兵在顽强抵抗。醉里挑灯看见，梦回吹角连营，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奶奶的，这次算是栽了，都是一起厮杀的好兄弟，如今大难临头，咱也不为难大伙，各自拿着财货散了吧。将军，投降官兵是死，回乡种地也是死，不如跟着将军拼一个前程。都是好兄弟，你们不负我，我也不负你们。从今往后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多余的财货不要了，只带粮食和兵器，咱们绕过静海去盐山县起事。将军，小的给你带路。将军是关二爷，小的就愿做周仓。听你说话文绉绉的，你还读过书？读过几年的，可惜碰上大旱，全家逃难至此。小兄弟既是读书人，那便做我的军师。今后我当了皇帝，你就当宰相。多谢将军，小的为将军带路。小军师，我打算去盐山县起事，你给我定个计策可？静海县魏建雄在此，踏破天已死，尔等还不速速投降？将军死了，大伙快逃啊！就这样，最后一股乱民也随着匪首的死去而烟消云散。虾仁此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息着。天知道他刚才是有多么的紧张。禀县尊，贼首已经伏诛。真的？可曾验明身份？验过了，确实是踏破天无疑。是谁擒斩贼首？就是白天向您献策的那名少年。原来是他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回头本官一定要好好奖赏他。二哥，你回来了，福儿好担心你。二哥，我就是在远处看看，压根就没碰到乱民。二哥是要骗我，我都听小欢姐姐说了。她说二哥你是大优秀，亲手打死了万民头子呢。嘿嘿，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？头不回来，就是还没力气。再养2天就好了。我听小欢姐姐说，这里是知县老爷家，知县老爷真是爹爹的朋友。那是，爹爹的朋友可多着呢。如今计策成功，贼首也被我杀了，应该不会真的只给些汤药钱吧？小公子，飞相公请你去用餐。烦请姐姐带路。贼首被你杀了，全是仰仗着先生神勇。干我屁事！当晚夜袭，我身上都没沾血，只顾着站在河边赏月了。临阵不乱，沙场赏月，先生当真好气度。 2日前，你连敌情都不清楚，为何就敢登楼献策？
好叫先生知晓，小子也是流民，饿得久了，浑身都没力气。那些乱民就算抢到粮食，也才吃饱几天，能有几分战力？早一日主动出击，就可多一分胜算。果然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众人都想着如何守城，破敌妙策竟被你一个孩童点醒。侥幸而已。你兄妹二人今后有何打算？先去南方，北边冬天太冷，露宿街头，恐遭冻死。南边就不冷吗？做我义子吧，跟我回江西，陪我那傻儿子读书。听到义子二字，虾仁心中狂喜，恨不得直接磕头喊爸爸。可听完后面的话，顿时心头拔凉，这哪是做干儿子，分明是到费家做书童。我要回去跟小妹商量一番。也好，吃饭。王用是回县城了，但不怎么回县衙。此君胆大包天，竟将已经征收的夏粮扣下，拒不送往河间府上交，而是将这些钱粮全部用于赈济灾民，并且上书请求皇帝减免赋税。可赋税都不上交，政绩考核必然难以合格。王用是这是在拿自己的前程挽救无数灾民的生命。大昭兄，你倒是富贵公子命，小日子过得很清闲舒畅啊。唉，齐兆兄何必如此？你这乌纱帽恐怕戴不到明年了。无妨，我就不是当官的命，趁早罢官归乡也好，一人丢光，胜过万千百姓丢命，这笔账算起来很划算。我已经派了师爷前去河间府周旋，只希望这顶官帽能够戴过明年春天，不致让百姓青黄不接，再闹他娘的一次饥荒。齐兆兄心系万民，无不如也。反正我这支线也是使银子走门路得来的，丢了就丢了，无非损失些银钱，全当在青楼扔给了姚姐儿。吏部之官，却如姚姐儿，给足银钱，便来者不拒。如此说来，吏部便是天下第一青楼。尚书是老鸨，侍郎是龟公。大昭兄，我被寒窗苦读，究竟算姚姐还是恩客？姚姐吧。就算是姚姐，我也要做梁红玉。那我顶多能做苏小小。苏小小足矣，天下官吏不如姚姐者居多。齐兆兄，余兄是来辞行的，什么时候走？明日便走。祝君一路顺风。那进献破敌之策的孩童，我打算收为犬子书童。他不做答复，估计是一直等着见你。大昭兄何必如此趁人之危？唉，确实趁人之危。可我费氏衰败至私，犬子又是个天生蠢货，我得给儿子留个顾命大臣啊。大昭兄也是煞费苦心，此子机敏过人，来日定非池中之物。他若真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我也会助他平步青云。你倒是打得好算盘。也罢，我派人封20两纹银给他，且祝大昭兄断了他的杂念。多谢齐兆兄。哇，好多好多馒头啊！不对，是好多好多银子啊！可以买一堆馒头，够福儿和大哥吃好久了。有了这些钱，小妹你就不用饿肚子了。哎，终究还是自己期望过高嘛。虾仁知道王知县既然送来银子，而且封装整齐，礼数周到，却又不将自己召去见面，显然是不愿再多有瓜葛，而将一个有献策之功的孩童如此煞费苦心的疏远，肯定是费应环在捣鬼。二哥，有了银子怎么还不高兴啊？高兴，走，二哥带你去买糖葫芦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二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二哥最好了。就这样，虾仁带着小妹来到了街上。此时的静海县在王用氏的治理下，已经渐渐恢复了生机，至少没再出现当街饿死人的情况了。老板，来串糖葫芦，5个铜板。二哥，要不还是别买了。怎么了？我现在不喜欢吃糖葫芦了，喜欢吃馒头。一串糖葫芦可以换2个大馒头呢。看着故作嫌弃，实则在努力咽口水的小妹，虾仁心中忍不住微微一疼。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好的孩子，还偏偏是自己的妹妹？这算什么？一串糖葫芦而已，二哥以后可是要赚大钱的。咦，二哥，你换新手机啦？对啊，旧的华为Mate 50 Pro 我放转上回收了1700多元，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笔记本、耳机啥的都会约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，转 APP 就对了。那好吧，只买这一次哦，下次福儿可就不喜欢吃了。
好，好，好，都听小妹的。二哥，糖葫芦好好吃啊！二哥还有惊喜给你呢。啊？什么惊喜？你先把眼睛闭上。哦。好了。哇，好好看！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现在天气慢慢变冷了，小妹你要注意保暖。知道知道。二哥真好。大人查清楚了，这2个孩童就是从县衙出来的，想来是王用氏的晚辈。王用氏居然赶坏了御史大人的好事，去派2个人把他俩的腿打断，给咱们这位县太爷长长记性。是。二哥，最后一个给你吃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兄妹2人好像没招惹到阁下吧？等你们的腿断了，再爬回去问你们的县老爷吧。上。却被经书难通，是与不得何人问我。二哥，小妹。小妹别怕，有二哥在的。上。怎么样？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受了点小伤。此事皆因我而起，对不住了小兄弟，咱们先回去再说。好。前些时日，有批押送曹粮的官船路过静海县，在跟巡按御史取得联系后，便一不小心翻了2艘，粮食全部不翼而飞，并且将责任推脱于静海县。曹粮损失要求静海县百姓平摊。唉，这些个烟杂事，现在已经完全不避人了。没错，这等烂货欺负到我头上来了，被我言辞拒绝后便怀恨在心，变着法的在皇上面前参我。如此一来，齐兆兄恐怕就不是单单被罢官这么简单了。无事，无非就是多花几两银子而已。只是这次连累了这位小兄弟，王某在这里赔罪了。县尊不必如此，错的不是你，是这烂了的朝廷，烂了的世道。我还有些政务要处理，就先告辞了。明日若是得闲，就来为大昭兄饯行。齐兆兄且去便是。汝兄妹2人可商量好了？商量好了。如何？小子愿与费家签订10年长契。你要做故宫？正是。为何？小子不愿改名换姓。这个好办，老魏跟我14年，至今也没有改姓。没改，我准许你参加科举。15岁以前，若能考中秀才，便真正收你为义子。家奴也能科举？既是收义男，便入费氏正户，为何不能科举？原来这玩意儿可以操作，但大明就快完了啊！我考上秀才又有毛用？难道去给李自成开门吗？可不管如何，对方的诚意已经表现出来了。不知小妹有何安排？我有2女，次女今年7岁，另妹刚好可做小女的玩伴。我该如何称呼费相公？便叫爹爹吧。还是称公子好些，不然总感觉自己被包养了。这小子跟你当初一样，有本事的人脾气自然要硬些。二哥，咱们真要跟着他们走吗？嗯。那咱们不去找姐姐了吗？
肯定要找的，只是咱们现在都还太小，等再长大一些就去寻姐姐。好吧，等到了那边我就学习一做饭。不用，你就负责玩就行了。不行的，娘亲说不能不劳而获，到时候家务活全包给我了，我还能去外面给人家洗衣服挣钱供你读书。虾仁闻言轻轻地将小妹搂进怀里，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小妹过上好日子。他也不知此去江西是对是错，只是眼下看来他兄妹二人确实没别的选择了。小妹，我昨日送你的帽子呢。二哥放心，我收起来了。怎的不戴上？我想等过年的时候戴。小姑娘在收到礼物后很高兴，昨夜趁着二哥睡着，一个人借着月光偷偷看了许久。自逃难以来，她连顿饱饭都不曾吃过，更别说一件像样的衣服了。所以对于这顶帽子非常珍视，以至于在抚摸时都不敢用力，生怕一不小心就给弄坏了。闪开，通通给我闪开！二哥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仙尊被人抓起来了！你说什么？王用事终究没能来为费印环饯行，却不是因为公务繁忙，而是一大早便被一道圣旨拖去了官府，并以私吞漕粮的罪名押往京都受审。沿途的百姓见到这一幕，纷纷跪下来为其喊冤。然而民心所向又能如何？毕竟这世道，好官是当不长的。走，公子，我说了，走。公子，方才为何不让我去救县尊？此时其赵兄只是押回京都受审，还有回旋的余地。方才你若真要将其劫走，那便是违抗圣旨，彻底将路堵死了。二哥，县尊大人这么好，那些人为什么还要抓他啊？他让百姓吃饱了饭，却触碰了那些大人物的利益，那些人可不会管百姓的死活，谁挡他们发财，谁就要死的。粪坑里当然只有蛆能活着。如今的百姓已经不期望当地知县是一个青天大老爷了，甚至都不期望是一个好官，只要是一个能做实事的官，他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年仅6岁的虾真芳听完后，有些疑惑地抬起头。他不明白公子口中的粪坑和蛆指的是什么，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大人物不会管百姓的死活。他只觉得这个世道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县尊老爷也不应该被抓走。公子，咱们今日就在这歇歇吧。也好。老板，1只金鳞烤鸭，1碟卤豆干，2斤酱牛肉，1条珍桂鱼，1赠白米饭，再来1壶绍兴花雕。好嘞，各位客官稍等。做了费氏家奴，别的不说，一路上饮食非常丰盛。费印环奢侈铺张惯了，由着魏建雄点菜，他自己只吃少许，剩下的全都进了虾仁他们3人的肚皮。慢点，你俩慢点。烤鸭呢？那么大1只金鳞烤鸭呢？吃完了就剩半个鸭头，魏叔你要吃吗？都说半大小子吃垮老子，古人承不起我，你俩是真能造啊！魏叔，逗你玩的，鸭腿肉、鸭脯肉，我们可一片都没动哦，都给你留着呢。算你们还有点良心。昨日见你对敌时所用招式，似乎有点意思。那些招式都是我自己瞎琢磨的。我就说有些招式发力点不对呢。请魏叔不吝赐教。看着我怎么用的，只教几遍。太笨了，学不会可别怨我。看清了吗？罢了，你先每天刺激1000次，
自己体会用力窍门，2个月后我再教你。好的，魏叔。公子，这小子悟性不错，是块练武的好材料。我还指望他考科举呢。无妨，当年稼轩居士不也是文武全才？此子也能跟稼轩居士相提并论。管他呢，先练着再说。二哥，你快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魏叔送的木偶，脖子和手脚都可以动哎。真的可以动，好精巧的木偶。小姑娘高兴的咧嘴直笑，短短2日就收获了2件礼物，这也让她慢慢恢复了这个年纪本该有的纯真快乐。多谢魏叔。不必，上街办事顺手买的，刺激多少下了？800多下。继续，不够1000下不许睡觉。就这样，虾仁白天赶路，晚上练毛，再加上一路伙食非常丰盛。等到达江西后，兄妹2人全都胖了一圈。大少爷回来啦！一个举人回家而已，阵仗怎么搞的，如同封疆大吏出巡一般。更扯淡的是，有些书童居然穿着丝绸，果然天下是真，是真该死啊！二哥，好多人啊！你们兄妹2人随我来。好的。这位是景行院的总管事费礼先生。小子见过费管事。魏兄安好。你就是大少爷带回来的童子。小子虾仁见过费管事。墨香，带着兄妹去中寝院，挑一间好房子给他们。是。魏兄，半年多不见，咱们且去喝2杯。看来这奴仆也分许多等级，或许费印环比较好说话，可这管事费凛却得小心伺候。你们就住这间吧，我让人送床铺被褥过来，剩下的日用物件你们自己花钱置办。多谢姐姐，请问吃饭在哪？林夫人会安排的。啊，林夫人是谁？就是费管事的正妻。一个管事家奴，老婆可以被称为夫人，真是活见鬼了。哇，二哥，这屋子真大啊！咱们以后就住这里吗？就住这里，但房子不是咱们的，你也千万别把这当自己家。等咱们长大了，二哥就带你去找姐姐。我记住了，只要能找到大姐，让我住再小的房子都行。里面有人吗？快点给我出来！小妹别怕，有二哥在呢。你们是什么人？齐心、剑胆、酒魄。好中二的名字。不准笑！现在跪下磕头认哥哥，以后受了欺负咱们也护着你。让我跪下！你们几岁了？我们都是13岁，你又几岁了？我16岁，我妹妹15岁。对，我15岁。我们俩都比你们年长，你们3个快点跪下，叫哥哥姐姐。这能有15岁？你骗人！上，揍他！二哥，他们好多人。小妹别怕，有二哥在呢。你们这么多人打我一个，算什么好汉？有本事单挑。单挑就单挑，走，咱们去外面打。咱们先说好了，待会可不准哭。废话少说，看招！服不服？服。叫哥哥。哥哥，哼，咱俩一起上。好，看招！哥哥，别打我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转转上新买的手机。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。我这台苹果13 Pro 只要3400，比新机便宜了4000多。而且转转上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检，品质有保障。一般的二手保修期都很短，但转转跟新品一样，直接保1年。上面的联想小仙人14也只要1800。我准备发了工资就去买一台孝敬你。还有你们姐姐呢？姐姐。
站起来说。就这样，经过虾仁的一番以理服人后，众人心服口服。年仅6岁的虾真芳一下子就有了10几个臭弟弟。哥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不急。诸位兄弟，今天咱们不打不相识。我既做了你们的兄长，自当有所表示。这些银子大家分了拿去吃茶。哥哥好爽！一群小屁孩听完顿时大喜。他们虽然能穿丝绸，却根本没几个钱。10两银子，就算10多人平分，对他们而言也算一笔巨款。剑胆他们3人各自分得2两，剩下的再分给其他孩童。众童内部瞬间被分化，其余孩童都觉不公平。说好了银子大家分，凭啥10两银子你们3个就拿走6两？而剑胆也有些不高兴，认为自己嘴角被打破了，理应分得更多一些。秦星和九破不该跟他一样。又跟谁打架了？回禀夫人，不小心摔的。胡说，脸上还能摔出巴掌印子。跟别人起了口角，就打了一架。东乡新来的2个家童，你们去寻他晦气了。剑胆哥哥说要给一顿杀威棒，便带着我们去了。那时打架厉害，咱们不是对手。听说新来的童子是要与我儿子一起做小少爷的书童。这个小的不知，以后帮我多多留意一下。去吧，领几个茶钱。多谢夫人。什么林夫人，一身小家子气，也就是当下人的贱命，还痴心妄想做少奶奶，30文万利烂钱，休想让我出卖夏家哥哥。林夫人以前是老夫人的丫鬟，后来做了大少奶奶娄氏的丫鬟，因为试图勾引大少爷，被娄氏果断许配给费领。当时费领还只是一个书童，后来渐渐得势，便开始以夫人自居，迫使家奴们尊称她为林夫人。林夫人，少奶奶唤你过去。知道了，我去换身衣服。哥哥在家吗？见过姐姐。哥哥也练兵器。魏叔正在教我练矛。魏爷身手了得，18般武艺样样精通。咱还没出过远门，哥哥且说道。你跟大少爷这一路上都有什么稀奇见闻？今年北方大旱，能吃的全都吃光了。就这样，家人开始讲述严重灾情。说到吃人肉的时候，把3人听得惊骇不已。又讲到乱民起事，王知县率众夜袭，3人顿时就赞叹激动起来。500人包围几万人，场面当真壮观。那数万贼军竟被咱们500多人吓傻了，哭爹叫娘的满地乱窜。魏叔举着熟铁棍，见到贼军就砸，一棍敲死一个，杀人不用第2招。那少爷呢？少爷当然也骁勇无比，挥剑连斩数人，在厮杀一阵后，便不愿再多造杀孽，竟收剑回鞘，掏出折扇，在贼军大营里赏月。果然是少爷的风格。那哥哥杀了几个贼军？我年幼跑不快，只杀了60来个，并且贼首也是被我杀的。3人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厮手里居然有这么多条人命，这种杀逼他们怎惹得起？回到县衙后，因献策杀敌之功，王知县还赏了我20两银子。这么说，哥哥身上1半的银子，昨日都拿出来分给我们了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便是有几万两又如何？哪比得上结交3位好兄弟？3人听后全都肃然起敬，蓦地感动莫名。他们想不到自己在对方心里竟然比几万两还重要，以至于此时尽皆生出了追随之心。林夫人训话，院中下人都快过来。虾仁终于见到传说中的林夫人，模样长得不错，身段也还可以，就是有点装腔作势。巡抚老爷过几天就要来鹅湖了，指明要到咱们景行院坐坐，到时要是哪个出了纰漏，我亲手打断他的腿。虾哥不必担心，他管不到咱们3人的差事皆由内院亲自过问，只是吃住在中勤院而已。这个林夫人来头很大嘛，一个家奴而已，竟敢以夫人自居。她以前是老夫人的丫鬟，颇得老夫人宠爱，甚至当成半个女儿养大。少夫人怀孕的时候，老夫人就把她送到景行院给大少爷做妾暖床。后来少夫人发现后，二话不说就挺着大肚子回娘家，少爷坐船1天1夜才追回来。这个林夫人果然是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虾哥，少夫人有请。烦请姐姐带路。夫人，人带来了。不怕生，不露怯，确实比家生子更优秀。
夫人谬赞了，独留镇夜袭乱贼之事，可是真的？半真半假。你就别往少爷脸上贴花了。若真是他想出的计策，早就自己说了无数遍。可以是公子献策，听说巡抚老爷就要来了。小小年纪便这般优秀，想必令妹也不差。明日让他来和小女玩。多谢夫人提携。至于你，少爷另有安排，且先在中情院安心住着。小子随时听候差遣。虾哥出来，给他包2两银子见面礼。多谢夫人赏赐，小子先行告退。去吧。虾哥，若是遇到棘手之事，又进不了内院，可去找中情院的仲良。多谢姐姐提点。好嘛，我就知道少奶奶肯定对中情院了若指掌，包括费管事的老婆以夫人自居。虾人稍微一琢磨，便知晓了少夫人没翻脸的原因。恐怕只等哪天费氏的老太太两腿一蹬魂归西天，那么林夫人就死定了，还是很惨的那种。哇，二哥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！那是自然，二哥我玉树临风，貌比潘安，当年可是军中一枝花。二哥可真自恋。我今日要陪公子去巡抚那边，小妹你就在家里，不要乱跑。我晓得的。在虾人走后，小姑娘先是仔细的把小院打扫了一遍，又将昨天二哥换下来的衣服认真的搓洗干净。在经历一番逃难后，兄妹二人对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很珍惜，哪怕二哥的衣服已经破到不行，也不舍得扔。我洗的可真干净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小姑娘便抱着布娃娃坐在门前，安静的等二哥回家。你就是新来的家童？我和二哥是新来的。你是谁？我是这里的管事。婶婶和谁？倒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只可惜你们来的不是时候。谢谢。你个死丫头，想要烫死我啊？没有，我是试了水温才端过来的。死丫头居然还敢顶嘴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这中情院谁最大。帽子，我的帽子。哦，这帽子是你的呀？不准抢我的帽子，那是二哥送给我的。呀！松嘴，你给我松嘴！好啊，居然敢咬我，要帽子是吧？来拿啊！拿呀，你倒是拿呀！小姑娘拼命抓住帽子，死也不松手，哪怕小手被踩得鲜血淋漓也不松手。这是二哥拿命赚钱送给她的礼物，她一定要保护好。芳儿在家吗？我来带你去找小姐玩。阳春姐姐，费灵，你在做什么？赶紧把脚给我拿开！哦，没什么，就是新来的家童不听话，我教训一下。家童？谁跟你说他是家童的？他是少爷给小姐请来的玩伴。啊？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芳儿，跟姐姐走，咱们去少夫人那里。不要，迎春姑娘，我知道错了。这些求饶的话，留着说给少夫人听吧。夫人，芳儿带来了。
芳儿，你手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。迎春看着小姑娘强忍眼泪的模样，心中忍不住泛起一阵怜惜，当下便忍不住开口道：“夫人，是费灵。我去接芳儿的时候，正好看到她在用脚踩着芳儿的手。”你说什么？芳儿，是这样吗？他说我给他倒了水，烫到他了，所以就打了我。可我明明试了水温的，根本就不烫。哼，正愁没机会收拾他呢。早就听说咱们的这位林夫人欺凌府中下人，如今既然有人前来告状，我自然不能坐视不理，去将他给我带过来。是。另外，赶紧派人去通知虾哥，就说他的妹妹被人打了。不要告诉二哥，芳儿没事的。小姑娘一听要告诉二哥，立马慌了。初来乍到，她不想给二哥惹麻烦。如果不是正好被迎春看见，她甚至都不会告诉任何人。芳儿别怕，少夫人会为你主持公道的。哥哥，不好了，姐姐被人打了。你说什么？除了虾人，费应环和魏建雄听后也全都愤怒不已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二人早就被乖巧可爱的小姑娘给征服了，全都将其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。可没想到才出门半天，竟发生了这样的事，还是在自己的宅院之内，这让二人都觉得羞愧不已。虾人，我和老魏现在抽不开身，你速速回去，不管是谁，给我狠狠的打，往死里打。是。有人状告你欺凌府中下人，贪墨银两，你作何解释啊？林夫人啊，在少夫人面前，奴婢万万不敢称林夫人。至于贪墨银两，则更是无稽之谈，都是别人陷害我的。对，就是那个死丫头陷害我的。你说谁是死丫头？就是她。大胆！你是谁？居然敢打！你说谁是死丫头？林夫人此时被打得有些懵逼，又对上虾人那散发着杀意的眼神，嘴唇蠕动了半晌，终究没敢继续放出狠话。她毫不怀疑，这个少年是真敢杀了自己。拜见少夫人。虾哥莫气，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有劳少夫人了。二哥。小妹，你伤得怎么样？二哥，我没事。把手拿出来。二哥，我真没事。怎么，二哥的话也不听了吗？看着小妹破皮流血的双手，虾人无比的心疼，随后便是滔天的怒火在胸中燃烧。今日不管结果如何，林夫人都死定了，必须死！二哥，我真没想烫那个神仙，我试了水温的，根本就不烫。不怪你，这事一点都不怪你。来人，费灵欺上辱下，贪墨府中银两，拖下去打。是。一旁等候的家童早就愤怒无比，自己刚认的姐姐竟被人如此欺凌。所以在听到命令后，便立马上前将林夫人踹倒在地。再加上林夫人平日里也经常欺辱他们，所以下手尤为狠辣。只一棍下去，林夫人就发出痛苦的哀嚎：“不能打我，我是老夫人的人，你们没权利打我。”你说你是老夫人的人？对，我是老夫人的丫鬟，你们谁也不能打我。好，很好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，直接打死。你这个死丫头！云河轮转，触不及彼岸。聚散尽付缓缓，飘香成纸阑珊。
掌中明星诉说着思念，花海的微光。小姑娘借着明亮的月光，将白天被踩脏的帽子认真搓洗着。可当屋子渐渐褪去时，她才发现帽子已经被踩破了，图案的连接处出现了明显的破损，这让她心疼不已。不知你等候，跨不过爱与囚困在记忆中笑容，谁又懂？小妹，你怎么了？二哥，帽子被踩坏了。没事的，二哥回头再给你买顶新的。不要，补一补就行了。明天我就去找迎春姐姐学。那好，等小妹你学会了，以后二哥的衣服就都交给你补了。二哥，怎么了？我想爹娘了。那二哥带你去看他们怎么样？啊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二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二哥，爹娘在哪儿呢？就在天上啊。小妹，你看这颗最亮的星星是爹，旁边那颗是娘。爹爹，娘亲。是啊，他们一直都在我们身边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。小姑娘愣愣地看着夜空，仿佛真的从中看到了爹娘，这让她高兴不已，以至于清冷的月光洒在身上，也让她觉得暖暖的，好似回到了娘亲的怀抱。爹娘，芳儿想你们了。我和二哥现在过得可好了，每天都有饭吃，有床睡，还不用担心有人欺负我们。你们在天上也要好好的。小姑娘猛地站起身，抬头对着星空大声呼喊着。别看她平日里对爹娘只字不提，可天知道这段时间她的思念有多重，比江上的潮水还重。而此刻就像是找到了宣泄口一般，一股脑的全涌了出来。二哥，那左边这个是不是大哥？对呀，小妹真聪明。那这颗呢？这颗是大伯，那颗是婶婶。你看他们一闪一闪的，是在跟咱们玩捉迷藏呢。二哥，快起床了！迎春姐姐说今天带咱们去见小姐呢。起来。或许是清晨的阳光令人心情舒畅，又或许是小姑娘的思念结结实实的落到了某处。总之，今天的小妹浑身朝气，心如草木，向阳而生，这才是小妹这个年龄该有的。芳儿，你们起了吗？起了。迎春姐姐，芳儿、虾哥，今天我带你们去见一下大小姐和大少爷。有劳迎春姐姐了。在路上，迎春简单的向虾仁讲述了小姐和少爷的情况，而虾仁也清楚了自己的任务，那就是监督贪玩的少爷读书。小姐，人带来了。眼前的少女穿了一件拖地长裙，看起来像是一朵初开的茉莉，淡雅而又清新，而且那种少女才有的清纯，被这长裙和初阳映衬的完美无瑕。虾仁一时之间竟然看呆了。二哥，别留了，该行礼了。拜见大小姐。我看你刚才嘴都撅起来了，莫不是想学那登徒子吹口哨？撅嘴就是想吹口哨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我看那些登徒子都是这样的。
虽然我没有想吹口哨，但我必须和你说清楚，男孩情不自禁的想对女孩吹口哨，那一定就是对这个女孩的美貌极度认可。吹口哨这么轻浮的事，居然被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。好在我是真的好看，不是他说谎。不说这个了，我听爹爹说你在天津厉害得很，还打跑了很多坏蛋。我二哥很厉害的。坏人欺负妹妹，我当然要把他们赶跑。我若是男儿身便好了，不用整天藏在家里学女工。小姐这么聪明，若是男儿身，恐怕早已中了秀才。费如兰听后凄凄一笑，不再言语。年仅13岁的她便被费老太爷早早的定了亲。未婚夫虽出身九江望族，可浪荡名声早已传到盐山。他虽十分不愿，却也无可奈何。毕竟这个时代，无论百姓还是豪门，女性都是没有丝毫地位的。你可会作诗？不会。那对对子呢？也不会。二哥会的。我们逃荒的时候，半路上爹爹还在教呢。听好了，上联是俊秀才，何谓酒醉？好白菜哪堪猪拱？不对，错的大了。二哥对着半点都不闻呀。就是哪有你这般做对子的？就这样，少女总算找到个可聊天的，一直说个不停，而少年便坐在一旁安静的听着。可令他疑惑的是，有时他只是随便回答几句，便能逗得少女捂嘴直笑，也不知笑点为啥那样低。大小姐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去少爷那边了。好吧，你放心去便是，令妹我会照顾好的。那就劳烦大小姐了，小妹你就跟着大小姐在这里玩，晚点二哥再接你回去。二哥你放心，我会乖乖听话的。嘿嘿。生活味氏族做的，乞丐做的，五哥做的，那我也做。父王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宠爱清平山，今日正登基，当天同庆。来人，看赏，一人一根糖葫芦。借主同乐。芳儿。迎春姐姐，芳儿，你睡觉的时候怎么还流口水？是梦到好吃的了吗？我梦到我成了皇帝老爷，还给他们发糖葫芦呢。啊？芳儿，你这是嘴馋了啊？走，姐姐带你上街买好吃的。好啊，不过芳儿自己有钱哦，不用姐姐请的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姑爷他死了！你说什么？我二哥死了？芳儿别急，不是虾哥，是小姐的未婚夫。哦，那是我搞错了，二哥没事就好。快说说什么情况？哼，咱们的这位准姑爷可是厉害得很，居然串通官员倒卖铁矿，而且城破的时候竟吓得双腿发软，裤子都没提上就被砍了。1个月前达达饭边，这位浪荡才子得到消息后，不知脑子抽了什么风，竟使银子买了个官，想要去镀一层金，来年好入主朝堂。这还能叫州吗？总共也没几粒米，不是说朝廷拨了50万两军饷下来吗？那些官老爷吃人不吐骨头，层层剥削后，能有500两下来，就算好的了。这群当官的真是烂透了，小爷吃不饱拿什么去打鞑子？把头伸过去让他们砍，然后累死他们吗？说话的这人名叫李二，从小父母双亡，被奶奶一手带大，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蹲在街口，与一众小弟讨论哪家的小媳妇模样俏。
这些应该都是从边关逃过来的。听说达达又来犯边了，每次都是烧杀抢掠，当真可恨。也逃不过时间悲欢离合。奶奶，我听隔壁村的二牛说，现在边关正在招兵，杀一个鞑子奖励5000银子恩。小二啊，想去就去吧，不用担心奶奶。等孙儿赚了大钱，就给你找个漂亮的孙媳妇，然后再生一个大胖小子。爷爷，就送到这吧。承志，爷爷已经很老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你。到了战场上，自己可千万要当心。放心吧，爷爷，你孙子我厉害着呢，一定不会辱没了爹娘的名声。好小子，不愧是我刘家的种。夫君，此去何为？戍边抗敌。多久能回？3年或者5年。若回不来呢？那你便寻个好人家嫁了吧。夫君，我等你，等多久都行。这些临时组成的边军大多都是新兵，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，双腿早已吓得发抖。可即使这样，依旧紧咬牙关向前冲锋，因为他们知道身后就是家国，就是自己的亲人，自己少退一步，他们就少遭一分苦难。可接下来的一幕令在场的所有人睚眦欲裂。两军刚一周，我方的武器竟齐刷刷的断裂开来，很多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敌人斩杀，只一瞬间人数便锐减1/3。对方的武器有问题，儿郎们给我杀！就这样，人数本就处于劣势的边军又失去了武器，仅半个时辰便被屠戮殆尽，边关告破。刀怎么一碰就断了？也曾经指点山河，不管前路曲折，君临天下又如何？万世千秋也逃不过时间悲欢离合。我为君狂，承志，承志。蓦然回首，谁在不舍？仍然对酒当歌，这一曲谁与我来和？你是说那人联合官员倒卖金铁矿，然后用劣质矿石给士兵打造武器？是的。我虽知他为人浪荡，却不曾想竟如此的狼心狗肺，连这等国难财也要贪。更气人的是，对方家族竟买通官员修改战报，将其描述成为国捐躯的英雄，而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则成了临阵脱逃的懦夫。哼，这一家子真是够无耻的，真不知道老太爷是怎么想的，竟要将小姐许配给这等人家。算了，不提他了。芳儿，走，咱们去买糖葫芦。小姑娘此时有些难过，胸口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。她想不通为什么那些官老爷就见不得百姓好呢？这是她第2次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第一次是县尊老爷被抓走的时候，那会儿的她也是这么的难过。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？一首诗背了2天还不会？小少爷今年才11岁，就长得又高又壮又胖，这种身材妥妥的武将啊！不去练武可惜了。见过小少爷。你就是爹给我安排的书童。是的。那你以后都要乖乖听我了，爹得让你监督念书，还说可以打我，你可千万不要当真了。不信的话，你倒是打我一下试试。哦。不是，你还真敢打？刚才不是让我听你的话吗？我没真让你打。可我当真了啊！而且你爹说了，可以打，只要不打死，打残就行。你说我爹是不是脑子有病？就我这身板，妥妥的大将军，可他非要逼着我去读书。你是不知道，我一看见课本就犯困。
那不如这样，你乖乖去读书，下了课我就教你练武。要知道，我的武艺可是从魏叔那学来的。真的吗？爹的以前都不许魏叔教我，我只负责教虾仁，至于他再交给谁，那不归我管。来这么久了，怎的不见婶娘？莫非魏叔你还是个单身汉？哎，这娶亲哪有那么容易？这是因为你是没用心玉啊，不然哪还能孤寡如此之久？什么是心玉？就是这个专门找对象的。你看上面全是周围来真心寻姻缘的貌美适龄女子，都在上面等着找个好人家。魏叔，这里头的女子都好美，这是必然。不管魏叔是喜欢温柔贤惠，还是骁勇善战，都能在上面找到，这哪还能娶不上媳妇啊？不仅如此，这个家待嫁贵女都亲自认证了这画像资料，不带一点假的。要是魏叔喜欢，马上就能1对1聊天视频。这小东西着实挺让人心动的，我得如何跟他们聊才是？这都无需烦恼，新遇上的女子个个都非常热情，我每次上线都有10几个来主动找我。这么好，行，我也要一个。直接点击我左下角链接下载就能聊。嘿嘿，这下轮到你喊我师傅了吧？师傅，以后你就是我师傅了。不用叫师傅，叫我虾哥就行了。等你长大了，也给你用心玉找一个。现在回去读书啊？怎么现在就不听话了吗？好吧，我去读书，你别忘了要教我练武。放心，我说话算话，从来都不骗人。姐姐，好多逃难的人啊！边关被攻破了，想来他们都是从那边逃过来的。小姑娘愣愣地站在街上，心底尽是悲伤。眼前的这一幕让她想起了自己和二哥在天津城逃难的日子，那会儿也是这般的凄惨。老爸，这些钱全都买馒头。小姑娘，买这么多馒头你吃不完的。我是想分给他们一点，我知道饿肚子很难受的。可把钱都花完了，你自己怎么办？我没事的，现在跟着姐姐他们一起吃，用不到钱的。那好吧，真是个善良的小姑娘，我多给你几个。谢谢老板。小妹妹，这个给你。谢谢姐姐。你爹娘呢？我爹上了战场就再也没回来，我娘前2天也被饿死了。小姑娘听后微微一愣，虽然早知道是这个答案，可她还是不由自主地难过起来。没事的，我二哥说了，爹娘并没有离开我们，他们现在都在天上呢。每到夜晚的时候，就会变成星星陪着我们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昨天还看到了呢。那我晚上也去看爹娘。迎春，去将咱们带来的钱都买成馒头分给他们吧。好的，小姐，我这就去。你尝尝这个馒头，可好吃了，还抗饿。我和二哥那会儿吃一个馒头可以顶1天呢。真好吃。就这样，一行人花光了带来的钱用来买馒头，并将他们分给了饥饿的难民。而糖葫芦早就被小姑娘抛到了脑后。经历过饥饿的她一直都认为馒头很好吃，比糖葫芦还要好吃。大小姐，老太爷喊你回去，说是有事与你说。老太爷有说什么事吗？这个小的不知。小姐，少夫人今天下乡了，老爷又不在，那人死讯刚传回来，老太爷就唤你过去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我知道了，回去禀报老太爷，就说我马上过去。小姐，我现在去找少夫人，待会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要等我们回来再说。放心去吧，我能有什么事？费老太爷年近古稀，最是要脸。今日参加文会，听到有人夸赞孙女婿舍身报国，总觉得有些刺耳。回家后越想越觉得孙女碍眼，毕竟孙女婿是殉国烈士，皇帝亲自结义牌坊，可孙女却好端端的活着，这如何说得过去？姐姐，祖父是要孙儿去死吗？我可没这么说，只是既已换了八字，你便算作婆家的人，
夫婿死了，继续住在娘家算怎么个事？公婆托人带了话的，说让我另择夫婿。那是你公婆仁义，不忍见你年轻守寡，让我堂堂鹅湖费氏嫁出去的女儿一直住在娘家，这又成何体统？孙儿这就寻一女官，束发做姑子去。胡闹！我费氏之女就没有做姑子的，简直有辱门风。祖母也让孙儿去死吗？阿弥陀佛。孙儿告退。慢着，我和你奶奶都信佛，见不得邪。孙儿知晓了。小姑娘从始至终都没敢说一句话，也没有向两位老人行礼，更听不懂几人在说什么。她只觉得气氛十分压抑，压得她喘不过气。芳儿，我有些口渴了，你能帮我弄一碗糖水过来吗？小姑娘听后转头就向厨房跑去，虽然听不懂老太爷刚才在凶什么，但她看得出姐姐此时非常难过，所以想快点端来糖水给姐姐喝，并且要多放点糖，这样姐姐也许就不会难过了。触动了心弦，下一世可否再见，留片桃花纪念。爹娘，请恕女儿不孝。还有我的一字不一幕一回，弹奏手，爱便还在你我陷入红酒，我愿记住我爱晚上好香啊！姐姐喝了肯定会开心的。姐姐开门，糖水来了。姐姐，姐姐开门啊！芳儿回来了。姐姐。啊！姐姐，快来人啊！快来人救救姐姐！快来人救救姐姐！不好，是小妹的声音，他们出事了。小少爷，送我上去。好。二哥，快来救救姐姐！姐姐，快把大小姐扶到床上去。小少爷别担心，大小姐只是暂时昏过去了。小妹，你跟我说说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老太爷把姐姐喊过去了，然后他说姐姐住在娘家有辱门风，可姐姐说要出家当姑子，他又不让。对了，我们临走时他还说什么他和太奶奶信佛，见不得血。这不是明摆着要让我姐殉葬吗？大家都知道那个烂货是怎么死的，就他装作不知道，我看他真是老糊涂了。姐姐你醒了，可千万别再做傻事了。为了那种人，这把命搭上真不值得。爷爷他有10几个孙女，少了一个当然不在乎，
可我只有你一个姐姐啊。好了，小少爷，你现在赶紧去找少夫人回来，将此地发生的事告诉她。好，那我姐就拜托虾哥你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去看看人死了没。是。姐姐，你现在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只是不知道爷爷那边怎么交代。怎么交代？当爷爷的为了名声让自己的孙女去死，想想都觉得恶心。就是，凡儿的爷爷可不会这样，他可疼凡儿了呢。你们要做什么？这里是大少爷的内院，你们不能进去。应该是老太爷派人来了。小妹，你在这陪着大小姐，我出去看看。你们来做什么？我们听说小姐出事了，便结伴过来看看。刚才好像有人喊说小姐寻短见了，可是真的？这个我不知，要不你们进去看看。哪边看看？这些家奴都是老太爷的心腹，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，见少夫人不在，居然真的敢往里闯，丝毫不在意这是大小姐的闺房。找死！谁在乱闯试试？此时不管是哪个院子的家奴都被吓傻了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眼前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少年说动手就动手，并且如此的狠辣。全都捆起来，等少夫人回来发落。你敢？我们是老太爷和老夫人的人，我不管你哪个院的，擅闯景行院内院就是坏了规矩，难不成还是老太爷、老夫人派你们擅闯小姐闺房不成？听到这话的家奴全都愣在当场，擅闯小姐闺房这顶帽子扣得太大，大到费老太爷亲自来都无法反。全部捆起来，在少夫人回来之前，谁来领人都不准放手。是。二哥，你刚才好威风啊，大家都听你的。那是自然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你是我二哥。就是刚才流了好多血啊！那小妹，你害怕吗？我不怕，他们都是坏蛋，想害死姐姐的坏蛋。他们都是坏蛋，对待这种人不能心慈手软，要一次性把他们打服打怕，否则他们还会报复你的。小姑娘听得似懂非懂，这番话与爹爹教的与人为善好像有些不一样，但她觉得二哥说的是对的，毕竟一路走来，小姑娘见过了太多的坏人，而这些也让她比同龄人懂事了许多。苦难总是让人成长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咱们派去的人全都被扣了。是谁扣的？是大少爷带回来的义子，叫虾仁。真是好大的胆子，一个奴才罢了，居然敢扣老夫的人，去把他的腿打断，带来见我。等等，老爷，怎么这么多箱子？这不，很多兄弟都在我左下角领到手机了，厂商让我帮他们发货，你帮我对着领取名单发给大家。这么多人都领到了？是啊，最近左下角福利升级，原先的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升级为玩家的下载保底福利，只要随便玩玩就能领到的。这么多，我拿一台没事吧？想要自己领取，左下角在我这放了内部链接，点链接下载就行，上线就能看到手机的领取界面，第二天就能收到。还真有，点领取是吧？点就行，从我专属链接下载进去的，还有隐藏福利华为 Mate X5，不过只有1000台，先到先得。好嘞，我也左下角下个。虾仁，快点把人给放了。哦，费管事，没记错的话，你是景行院的管事吧？怎么现在站到拱北院那边去了？少说废话，老太爷有令，将此子的腿打断，然后带去见他。
是。二哥，他们好吓人。小妹别怕，有二哥在的。废管事，我劝你最好想清楚，如果少爷和少夫人知道了，你会是什么结果？左下角也太快了吧，这就给我发货了。那是我左下角可是急速链接。我什么结果不清楚，但我知道你的腿马上就要断了。哦，是吗？少夫人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打。是。少夫人饶命，少夫人饶命，我也只是听命行事。哦，听命行事。有句话我曾经问过费灵，现在也来问你，你到底是谁的人？是少夫人的人，我是少夫人的人。念你跟少爷从小玩到大，就饶你一命，继续打。谢少夫人不杀之恩。二哥，少夫人好厉害啊！一出场就把他们全给镇住了。那是自然，要是没点手段，在这深宅大院中，恐怕早就没命了。虾哥，你做得很好。分内之事。芳儿，你也很好。去将那些恶奴带来，连同眼前的这些，我亲自送回拱北院。是。儿媳来给公公请安。要不你出去一趟？阿弥陀佛，你造的孽你自己收拾，莫要打扰我念佛。反了，都反了！今天有一些恶奴擅闯儿媳的内院，之前并不知是公公的人，如今已审问清楚，儿媳不敢擅作主张，便带来交给公公发落。这些恶奴我自会处置。天色已晚，你且回去吧。儿媳告退。对了，公公的这扇门有些老朽了，看着碍眼的很。老东西，走。娘，若是照我的意思，便将那些恶奴全打得半死。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你就那么听话，让你去死你就去。当时祖父把话说得很重，女儿只是害怕，就稀里糊涂的寻了短见。哼，若非芳儿发现的早，你此刻吃的就不是热饭了。那老东西的脑子坏了，你的脑子也跟着坏了。事后女儿也想明白了，女儿若是迅捷，无非死给旁人看，于自己毫无益处，只会让爹娘伤心。这等蠢事，女儿不会再做了。唉，你能想明白就好。去，将虾哥喊来吃饭。好。拜见夫人，拜见少爷小姐。姐姐，芳儿，快到姐姐这来。费如兰本来就喜欢小姑娘，在经过此事后，更是将其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妹看待，越看越觉得可爱。虾哥，你劳累大半天，想必已经饿了，坐下来一起吃饭。多谢夫人。虾哥，你今年15了吧？虚岁15。来年有童子试，你一定要考中秀才。我尽量吧。不是尽量，是一定，再拖下去就不好了。虽比你小3岁，身份也低贱，却是个可依靠的。若能招赘自是好的，但看他那样子，恐怕不愿入赘。你们自过小日子去吧。娘，女儿不嫁，看不上他，也不是，只是那便如此说定了。这小兔崽子滑头得很，我还要费心思慢慢说服他。我都听娘的。
在这顿饭之前，费如兰对虾仁没啥特殊感情，但经少夫人强点鸳鸯谱后，她便立即生出许多心思。别说当面跟虾仁接触，便是一想起来都觉得很害羞。登徒子。尽管呼吸着同一天空的气息，却无法拥抱到你。如果转换了娘，我姐他们，不然呢？姐夫。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？身边又怎样风景？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，却如此难以忘记。小妹，今天上课二哥带你一起去旁听，正好教你读书识字。读书识字？二哥，为什么要识字呀？我听别人说，女孩子不是只要会洗衣做饭就行了吗？那是他们思想狭隘，认为女子只能待在家里操持家务。殊不知前有词人李清照，后有武将秦良玉，这二人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统兵打仗，都证明了女子也是能顶半边天的。女子能顶半边天？小姑娘听得有些发愣，这句话就好像一道惊雷似的炸响在她的心底。要知道，从她出生到现在，无论是爹爹还是娘亲，都在给她灌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，而二哥的这句话似乎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女子能顶半边天，福儿要跟二哥学读书，福儿也要顶半边天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妹妹，就是有志气。就这样，兄妹二人在经德先生同意后，便坐到了小少爷身后旁听。期间虾仁一直在低头教小妹识字。小姑娘很聪明，一些简单的字，虾仁只要教过一遍她就能记住，而另一边则截然相反。只见年近半百的教书先生此时已经快要气死了。真是朽木不可雕也，老夫昨日才教的，你今天就忘了？先生，真不怪我，那些字就像长了腿一样，见到我就跑，我怎么都听不进去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虾仁，你来回答。先生请问，你觉得我大名落到如此地步是因何所致？虾仁听后有些惊讶，他没想到看上去有些迂腐的先生竟敢光天化日的讨论这等话题。回先生，学生认为大明的病根不在朝堂，而在于土地兼并太过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如此情形，哪能收得上来赋税？朝廷没钱，又哪里能做正事？越是没钱，越要争敛，越是争敛，天下则越乱。能有如此见解，堪称神童。先生，你说天下田亩若能收归国有，朝廷再分给百姓，这样会不会长治久安？隋唐的均田制便是用你说的法子，初时确实有效，可到高宗时却已不行。不然你觉得节度使是怎么来的？朝廷没钱用兵，令地方自决而已。天下哪有长治久安的田亩制度？虾仁听后想了想，搞均田确实不行，人口一多就会陷入崩溃，毕竟天下土地就那么些，根本分不过来。我们的新中国是靠工业化来解决土地饱和问题的，但不能生搬硬套到明末，甚至红色思想也不能生搬硬套，因为马克思教导我们，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，在17世纪强行搞红色，那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。那我等世子就做事设计崩溃吗？除此之外，又能做什么？做官救不了大明，难道造反建立新朝？这小子该不会欲行黄金、绿林之事吧？你说什么？那泼妇竟要将兰儿许配给虾仁？是的，奴才亲耳听到的，千真万确。真是气煞老夫！本来一个望门寡的名头就够老夫蒙羞的了，现在竟要嫁给一个家奴。不仅如此，少夫人还让那虾仁去考童生。考童生？去将户籍簿取来。
老太爷不可，那兄妹二人的户籍是老爷亲自上的。让你去就去，我还没死呢，这费事还是我说了算。是。虾仁的生气是在少夫人手中，可户籍却是在费老太爷这里。就凭你一个家奴，也想娶我费氏的孙女？没了户籍，我看你拿什么去报名？领100两银票去县衙，就说此子已算不得我费氏族人，不可报名考试。是。等等，告诉何师爷，若是此子带着田契想要落户，也不准，找个由头将其关到牢里，然后弄死。奴才知晓了。虾哥，虾哥，不好了！姐姐怎的如此惊慌？虾哥，费老太爷刚刚将你和芳儿从户籍上除名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爷爷怎么能这么做？我去找他去。二哥，我们又没有家了吗？小姑娘此时很伤心。虽然兄妹二人刚来到费府时，二哥便说过莫要把这里当家，可终归是个小孩子，对一个地方很容易产生依赖感，更别说还有这么多对他好的人了。小妹别怕，二哥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我不怕。虾哥，你怎的不急？被户籍除名，不仅考不了童生，今后更是与我一般，只能做费家的奴仆。小妹，你要记住，人生天地间皆是平等，没有谁比谁低贱。人生天地间皆是平等。小姑娘听得有些发懵，年仅6岁的她显然还不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，而一旁的迎春此时却有些呆愣。她和大小姐同吃同睡，大小姐也是真心待她，只是她始终记得自己家奴的身份，无法真的和大小姐交心。娘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如此惊慌？是爷爷，爷爷他把虾仁从费氏除名了。你说什么？这老东西居然玩这招！也罢，你父亲之前来信说给你物色了一个平孩世子。娘，女儿便那般没人要吗？远隔千里去找个贫寒秀才，那秀才品性端正，想来并非薄情寡丽之人。娘，女儿守寡返家，已经失了1次贞节。娘把我口头许给虾哥，如今又要做反悔打算，便是失了第2次贞节。如此一来，女儿算什么？请母亲撕毁虾哥生气。你可知，深陷一旦撕毁，虾哥虽说会立即恢复自由身，却也会变成比家奴还低贱的流民。若不能如此，女儿只剩一条死路。罢了，我再赠与他5亩良田，祝他在外落户良民。谢谢娘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臭丫头，你早就在这等着呢吧？如虎，快跟我去找虾哥。可是为了户籍的事，我之前求了爷爷半晌，他都没答应。别问那么多了，跟我去便是。虾仁，大小姐有什么事？请君收下。虾仁一开始以为是什么诗词，可接过来一看，瞬间面色古怪。好不容易挣脱道德枷锁，如今又受费氏母女恩遇，这份恩情欠得大了啊！生气和甜气文书在少女怀里放了许久，还带着女儿家的体香和余温，让人无法拒绝。眼前之人已经豁出去，放下所有矜持和顾忌，遭到拒绝，他又该如何自处？突然间，虾仁想通了，一个决心造反的人，在情感方面扭捏作甚，岂非连个闺阁女子都不如？我先回家了。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？登徒子，你快放开我！让我抱一会。虾仁慢慢将头垂下，嗅着少女发间的清香，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起来。他每天想的太多，神经一直绷紧着，此刻不用再费心思虑。而少女此时则浑身僵直，别说跟男子拥抱，她连男人的手都没碰过，感受着虾仁身上的体温，耳畔还传来温热的呼吸。少女的身体渐渐发软，仿佛踩着棉花，又仿佛飘在空中。
会盘旋相见，未来是一醉明月。姐姐，你还没说完吗？我走了。小少爷，今天的舞还没练呢吧？我亲自陪你过招。有了少夫人的命令，第二天，改过自新的费管事便带着虾人来到县衙落户。在花了2两银子贿赂门子后，便很快就见到知县的何师爷。何师爷，这虾人颇得主家赏识，已答应还他身份，地契也有，请师爷行个方便，高抬贵手帮忙立户。此事好办，只是此时大印不在县衙。这样吧，你们且先寻一处住下，待到明日便为你等盖章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劳烦何师爷了。从县衙出来后，虾人越想越不对劲。少夫人说何师爷此人贪得无厌，必定出言刁难，可今日为何如此爽利就答应了？这让他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。终究还是来了吗？杀！是。我本以为你会找个借口的。一个低贱的流民而已，死了也就死了。是啊，我只是一个低贱的流民而已。最大的愿望无非是想让小妹吃上一顿饱饭。江山务龙烟雨遥，10年一剑斩黄巢。我本想着也学那念九福，发展一门势力，但这烂了的世道似乎不愿给我兄妹2人喘息的机会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虾人便反了。自虾人来到这世界的那刻起，便被这污浊的世道压得抬不了头，仿佛置身泥潭，又仿佛身负家父，胸中更是时刻憋着一股气，不吐不快，所谓的眼泪，这些他都忍了，总想着能够保全性命便足。但渐渐他终于发现，这黄巢已经烂到了烂到了老百姓连黄土都是一种奢望。既然如此，那他便反了，持着手中长枪，借着胸中怒气，是要将污浊的世道捅一个窟窿。我本应借热山反骨，却一身流离人，拥有萤火，金家无声。落魄苍穹，一个人独断天命，自负沉，穷碧落身如俗，是谁恨？我悬世外，连成尘，回首过往多少瞬。轮回才生不过。费管事，劳烦你将这封信交给幼妹，顺带帮我捎个口信，就说我虾人反了，拜托少夫人好好照顾幼妹。好的，我记下了。还有，告诉大小姐，是我虾人负了她，最迟2年半，我定会回岩山娶她。当然，她若不愿等，也可另寻夫婿，我亦毫无怨言。其实你也不必逃走。世家窝藏逃犯用作打手早已不是秘密，只要10点银子便可贿赂那些官员。费管事，此事我亦知晓，只是不愿罢了。那好吧，我会将话带到的。芳儿，你2哥的信中都说了些什么？当然，你若不想说就算了。2哥在信里说，夫人你派他去九江办大事，可能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。2哥还让我听大小姐的话，平时多读书习字，不要总贪玩。就这些吗？不对，他还说了，等他回来会给我买很漂亮的大玩偶。我知晓了，去跟迎春姐姐玩吧。娘，虾哥在县衙杀人放火了。我晓得此事是娘失策了，想不到那老东西竟如此狠辣。
闹出嫩大事，也不知虾哥有没有受伤。放心好了，费领回来跟我说，别说哪里受伤了，就连衣服都完好无损，他身上甚至都没沾血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他说你可力寻夫婿，对于此事你是怎么想的？女儿与他私定终身，当然是要耐心等候的。少女的心思纯洁而又坚定，在她看来，昨晚的拥抱就已经属于私定终身，自然不可为弃。而少夫人听后也没说什么，只是让她自己考虑清楚。只愿灵犀过隙里，关爱相逃。小女费如兰，跪求天神保佑，保佑虾哥无灾无病，一路平平安安。诸多因果，小女愿一力担之。少女一路跌跌撞撞，顾不上世家大族的礼仪，也顾不上少女的矜持，就这么3步一跪5步一拜的从一座据说很灵的道观里请来了一盏灯，灯明换命。愿以我命换他命。二哥，来人，将这反贼的妹妹给我拿下！慢着，我看你们谁敢！反贼虾仁在县衙杀人放火，已被朝廷通缉，其妹身为家眷，亦脱不了干系，自是要上交朝廷的。此事不劳公公费心，儿媳自会处理好。处理？你怎么处理？难道是想窝藏反贼吗？我方才说了，此事不劳公公费心。我费氏乃盐山大族，定是容不下这反贼的。哦，据儿媳所知，公公院内好像也养了几个逃犯作为打手吧？够了，难道你是想不孝吗？此言一出，在场众人皆是一惊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老太爷会给扣个不孝的帽子。要知道，在古代不孝是和贪污一样遭人唾弃的，一旦背上不孝的名声，不仅自己一辈子别想抬起头，就连娘家也会跟着蒙羞。明天我不希望再看到他。小姑娘有些害怕地躲在大小姐的身后，她听不懂不孝是什么，但她知道二哥成了反贼，并且短时间内是不会回来了，而自己的存在似乎也给大家带来了麻烦。小姑娘拒绝了大小姐一同睡觉的提议，一个人在床上坐到深夜，才与二哥分别一天。小姑娘就陷入了深深的思念之中，再加上白天老太爷所说的话，这让她终于下定了某种决心。月华洒下，起舞落成草。迟来的雪飘不到你。二哥说过的，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去给别人带来麻烦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今少年路春风满上，封存过往。孑然身影落寞饮茶凉，行走繁华。我此生不再遥望远方，愿你安乐把我遗忘。若相逢不安，旧梦月光。小姑娘将自己和二哥仅有的一点家当收拾好后，便转身离开了。她不想姐姐他们为了自己而背上不孝的骂名，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她要去找二哥，不管多远，她都要找到他。谁也西风独自凉，君报是心肠。一换旧时年多向往。我跌落苍穹，一波三风浪。身后再无故人一起酣畅。谁念西风独自凉。姐姐，福儿走了，福儿不想给你们添麻烦。和月光。
今夜的月色极好，照得整条街道亮堂堂的，也将小姑娘因为走夜路而产生的恐惧稍微照散了些。肯定是爹娘他们晓得我今晚要出门找二哥，所以将路照得亮了些。小姑娘沿着街道不知走了多远，期间她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露宿街头的流民。跟着二哥逃难这么久，她清楚地知道，有些人饿极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就让孤独流云替我思量，谁也西风不自量，直到是寻常，悲欢90年都相忘。在确认了周围没有人后，小姑娘便钻进草垛安心睡了起来。此时已入深秋，衣着单薄的她，即使在身上盖了一层厚厚的稻草，却依旧被冻得瑟瑟发抖，感受着怀中稻草带来的微弱温度。小姑娘幻想着自己躺在二哥的怀里，仿佛这样就不会冷了。直到是寻常，悲欢90年却相小妹这会应该已经睡着了吧？天气慢慢变冷了，也不知她有没有换床后点的被子。徐徐绿阴符，光阴无绝。所问今夕是何芳儿，娘，不好了，芳儿走了。你说什么？芳儿走了？肯定是因为白天爷爷说的话，他不想拖累我们便走了。快派人出去找。这么晚了，你们想去哪？芳儿离家出走了，我们要去找她。离家出走？一个流民而已，肺腑什么时候成了他的家了？我不愿与你多费口舌，请公公让开。来人，带赵夫人和大小姐回房休息。我若是不回呢？我还没死呢，这废事还是我说了算。你要死的，你总归是要死的。大胆，居然当众诅咒自己的公婆，你这是不孝。是吗？那儿媳就不孝了。出来。你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家仆？真当我娘家是吃干饭的吗？现在请老太爷回房休息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你这个泼妇，等我儿回来，定让他休了你。哦，那我就等着。当晚，废府的家奴全部出动，在城内到处搜寻。许多人被嘈杂的脚步声吵醒，当发现是费氏家奴后，便又纷纷将头埋了下去，生怕招来灾祸。老板，我要一个馒头。小姑娘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你家大人呢？啊，我二哥去给我买糖葫芦了，等下就回来了。那你可要乖乖等二哥回来，不要乱跑，现在坏人多得很。我知道了，谢谢老板。小姑娘拿着馒头慢慢走向角落，沿途尽量避开那些流民，并且努力装出在等自家大人的样子。可即使再怎么装，却依旧是个小孩子，到底还是被有心人给盯上了。老大，我盯那小女孩很久了，她包袱里绝对有货。我也发现了，她根本没什么二哥，小丫头片子跟咱们玩这招，还是太嫩了。
你们是什么人？想要干什么？臭丫头，赶快把你手里的包裹拿过来，我哥俩兴许还能放你一马。放什么放？把它卖到青楼去，就算是端茶倒水也能卖点钱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不愧是老大。你们不要乱来！我二哥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他很厉害的。臭丫头还想骗我？你要真有二哥，又怎会一个人在这？我废什么话？赶紧把他绑了带走。小姑娘紧紧握着手中的木棍，将自己保护起来，即使已经害怕的浑身发抖，却依旧凶巴巴地盯着对面的两人，因为她一直记着二哥的教诲。小妹，你要记住，在面对坏人的时候，千万不能表现出害怕，因为你越害怕，他们就会越兴奋，到时候你就会更危险了。二哥，你在哪儿啊？快来救救凤儿！臭丫头，今天天王老子来也救不了你。小少爷，芳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少爷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，他们是一群坏蛋。芳儿别怕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小少爷，你已经早了一夜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。没事，我买了辆车带过。切，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给你们买的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哪来的臭小子，竟敢坏本大爷的好事！找死！就这点实力也敢学人家打劫？来人，把他俩带去茅坑清醒清醒。是。小少爷，你背上的伤疼吗？没事，那2个小毛贼根本就没什么劲。小姑娘看着嘴上说没事，暗地里却疼得龇牙咧嘴的小少爷，不由得一阵心疼。在肺腑的这段日子，他真的感受到了太多太多的温暖，当然那个凶巴巴的老头除外。还说没事呢，你看这都肿了，我帮你揉揉，揉揉就不疼了。之前二哥受伤都是我帮他揉的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费如虎感受着小手在背后轻微的揉搓，伤口处竟然真的不疼了，并且从心底泛起一抹幸福感，面上也不由得骄傲起来，仿佛被小姑娘照顾是什么了不得的事。怎么样，小少爷还疼吗？不疼了，一点都不疼了。芳儿真厉害。小少爷饿了吗？我听见你肚子叫了。有的，昨晚一直跑到现在都没吃饭。给，凤儿这有馒头，可好吃了。你把馒头掰一半给我，你自己能吃饱吗？能吃饱，凤儿饭量很小的。那行，谢谢芳儿。就这样，习惯了大鱼大肉的费家小少爷吃上了人生中最简陋的一餐，半个馒头。可他却觉得这比他之前10几年吃过的大鱼大肉都要好吃。芳儿，跟我回去吧。啊，我不想回去，我要去找二哥。可是你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，怎么着？小姑娘嘴唇蠕动了半晌，却始终说不出话来，因为她的确不知道去哪里找二哥。至于离开费府，也只是单纯的不想让姐姐他们为难而已。芳儿，我带你去找虾哥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可从来都不骗人。谢谢小少爷。
不对，你不能跟我一起去，少夫人他们会担心的。没事的，反正我读书读烦了，正好出门转转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小孩子在外面乱跑多危险。小少爷不行啊，我们回去没法跟少夫人交代。你就说我带着芳儿出去玩了，可是芳儿走。就这样，一大一小两道身影踏上了寻找虾仁的旅程，只留下一众家奴目瞪口呆。这下不仅没把芳儿带回去，还将小少爷也搭了进去，这叫怎么个事？小少爷，你怎么知道我二哥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说要带我去找二哥？我虽然不知道虾哥现在在哪，但我知道他要去哪。之前上课的时候，他和先生讨论过哪些地方适合造反，咱们只去那里打听一下就行了。小少爷真聪明。那是，别人都说我瓜，实际上我机智的一批。芳儿，以后就不要叫我小少爷了。那叫什么？我叫你小妹，你叫我虎哥，怎么样？好。小妹在呢，虎哥。来。虎哥，这里好多逃难的人。芳儿别怕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他们看着好可怜啊。别管这些，我们先离开这。好，都听虎哥的。小姑娘听后，紧紧跟在费如虎身后离开。经历了这么多，她的心智远比同龄人要成熟许多，知道此时不是同情心泛滥的时候。小妹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坏，碰到了可怜人也不帮助一下？没有啊，虽然我也觉得他们很可怜，但现在并不是帮助他们的时候。二哥说过的，帮助别人的前提是不能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，好像叫什么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芳儿真厉害，懂得比我还多。哪有，虎哥也厉害。虎哥，你怎么了？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。我想我娘了。费如虎看着小姑娘一脸惊讶的模样，不由得一阵脸红。自己前脚刚说要保护小妹，后脚就因想念娘亲儿睡不着觉，这下子丢脸丢到家了。可说到底，他也只是个10几岁的孩子而已。虎哥不用害羞的，芳儿也经常想娘亲的。每当我想的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二哥就会唱歌哄我睡觉。芳儿也唱给你听好不好？这来嘛来嘛，芳儿唱歌很好听的。那好吧。娘，我的衣服破了。又去哪调皮了？快脱下来，娘给你补补。谢谢娘。姐姐，我想出去玩，听说今天街上可热闹了。等姐姐把功课做完就带你去好不好？不嘛，芳儿现在就想去，去晚了人就都散了。
哎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走吧，姐姐带你去。姐姐最好啦。爹，娘，姐姐，二哥，反而想知道我了。但原来充满世界，幸福又不变。追他，别让他跑了。上车，先生。先生，此地离盐山已有几十里地，你怎会来此？我早就在这等着你了。啊！那日听说老太爷将你户籍除去后，我就知道要出事。以你的性子，定然是要反了的。知我者莫过先生。我与你一起去，在盐山窝了好几年，实在是憋得慌。先生不可，如今天气慢慢变冷，先生不宜长途跋涉。跟辽东比起来，江西的冬天算个屁。别看为师老迈不堪，但满头白发都是假象。我至今还没有50岁呢，抬起刀照样能杀几个狗官的。虾仁慢慢抬起头，看着眼前因连夜赶路而满脸疲惫的老人，眼中尽是感动。他知道对方说什么想出去透透气都是假的，归根结底还是放心不下自己这个学生。虽然自己当时的身份仅仅是个书童而已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先生随我一起推翻这烂了的皇朝。好，那为师便跟你走一遭。接下来你有何打算？费家四少爷如今是井冈巡检，可先去投靠于他。若在此处起事，退可躲进大山，进可南下取赣州，与赣南、闽西农民均连成一片。站住，不要动！好汉遭灭！送我去横林，不然就宰了你！看穿着，兄台是铁脚会的。我不是铁脚会的，现在的铁脚会只剩一帮不讲义气的混账。确实，那些士绅都被太监搜刮盘剥，于是便把损失转嫁到底层人民身上，而码头上的铁脚会则变成了打手团伙，帮着压榨工人和农民。起初我大哥不愿意助纣为虐，却被那些太监勾结叛徒害死。我一气之下打杀几人后便逃了出来。兄台真是好气魄，不知以后作何打算？还没想好，走到哪算哪，大不了换个码头做苦力。不如今后跟着我吧。你跟着你考秀才吗？我可做不了书童。我把县衙都烧了，你觉得还能考秀才？什么？火烧县衙竟是你做的？不然你以为我们为何要连夜出逃？早就听说那位何师爷阴险狡诈，不知祸害了多少姑娘。兄台此举真可谓大快人心。我打算换个地方造反，你有没有兴趣？什么？你要造反？你喊个什么？我县衙放火，你码头杀人，咱俩难道还有别的出路吗？可我是一个苦力，你是一个书生，人家都说秀才造反10年不成。那又如何？太祖当乞丐都能做天下，我又为何不能？那好吧，反正这日子也过不下去了，我便舍命拼一回。好，兄台果真好气魄。就这样，在虾仁的一顿忽悠下，明末的造反大军已经初具模型，一个苦力，一个教书先生，以及一个乞丐。不好，是狼叫！小妹，快跑！小妹，你先过桥，去那个山洞里躲好。
小姑娘听后立马转身朝着山洞跑去。她知道现在她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给虎哥添乱。小妹，你就待在里面，千万不要出来。我晓得的。来吧，你们这群畜生！谁说没枪头就捅不死人？虎哥，小妹放心，我没事。山谷间，费如虎面对着狼群的进攻毫不畏惧，手中断竹带着万钧之力，不断砸向扑上来的恶狼。即使浑身被咬得鲜血淋漓，却依旧守在洞口，不曾离开半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少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这一日，恶狼的哀嚎声与男人的怒吼声响彻山谷，整整持续了2个时辰，才渐渐散去。费家虎子一战成名。我自纵横不见棍，就此百转呼喊着，为负天下有谁人的孤单？我本迎接热山风。我说过的，要保护好小妹，谁都不能伤害她。虎哥。小妹，虎哥厉害吗？厉害，虎哥最厉害了，比二哥还厉害。嗨嗨，虎哥，虎哥。妈妈，你醒了？我这是在呢。你现在在医馆，得亏你妹妹送来的及时，不然你现在已经是头七了。小妹呢？她刚刚睡下，我带你过去。小妹，嘘，小声些，莫要吵着她休息。这几日都是她守在床边，不眠不休的在照顾你。我见她实在劳累，便点了一支香助她入眠。小姑娘在将费如虎送到医馆后，并没有休息，而是拖着疲惫的身躯，照着医嘱熬汤换药。期间店里的伙计想要上前帮忙，也都被她礼貌拒绝。或许这就是小孩子最单纯的心思，认为自己多做一点，虎哥就会好得快一些。听送你来的人说，小丫头硬是靠着一块简易的竹板将你拖出了大山。等见到她时，手和肩膀全都被磨得血肉模糊。亏的是雨天路滑，不然小丫头断然是拖不动你的。而且，医馆先生说到这里突然停下了，似是不忍继续说下去。可费如虎看着小姑娘红肿的额头，哪里还猜不出来？毕竟这世道，可没人愿意多管闲事。小妹，有这么一个听话懂事的妹妹，真是几世修来的福气。对，是我的福气，是我最大的福气。虎哥，虎哥，你终于醒了，可吓死风儿了。
小妹，你看我已经好了，现在撞的呢？不待费如虎将话说完，小姑娘便猛地扑进他怀中，放声大哭起来，哭声中满是害怕与无助。前者是因为担心虎哥再也醒不过来了，而后者则是他这几天最真实的生活写照。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，他不敢相信任何一个人，也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，只能时刻守在昏迷的虎哥身边，外人只当作是乖巧懂事，可天知道他当时是有多么的无助。虎哥，你刚醒，肯定饿坏了。是有点饿了。那我去给你弄吃的。不用，小妹，咱们去街上吃好吃的。啊？可是我没钱了。这几日，小姑娘将二哥杀乱民所获得的银钱花了个干净，一部分用来付二人的车费，剩下的则全都交给了医馆，只求对方能救虎哥一命。哪能让你花钱？虎哥请你。小姑娘，当日你所交的银钱，出去诊金和汤药费还剩余不少。啊？真的吗？小姑娘听后有些开心，没想到还能有剩余。要知道，对于二哥拿命换来的钱，她可是十分珍视的。平日里一个馒头都要分2顿吃，可对于再救费如虎这件事上，她却毫不后悔。小丫头的心思单纯，你对我好1倍，那我便对你好10倍。你能舍命护我，我便也能舍命救你。自古以来，真心换真心，不外如是。请问费巡检在吗？找四爷有事。我们是费巡检的家人，他2年没回家过年，老爷让我来看望一番。那便是自己人了，我这就带你去。你们的巡检司衙门怎么是座破庙？哼，衙门被那群太监给占了，银子也捞不着，整个巡检司跑的就剩咱几个。啊！经过打探得知，就在去年，突然空降了一群税监，并且带着10多个打手，来到之后二话不说就把巡检司衙门给霸占了，又出钱引诱士兵投靠。费应拱手下的士卒1/3投靠了太监，1/3选择了离开。你是大歌院里的？晚辈家人拜见四叔。发生了何事？你怎会来此？小姐的未婚夫死于鞑子之手，老太爷便逼迫小姐殉夫。那老混蛋，他还真做得出来，不认我的女儿就算了，连大哥的女儿都往死里逼。赵夫人想把小姐许配给我，此事被老太爷知晓后，便夺了我的童生学籍，又串通师爷，想要将我抓捕下狱。那你是如何逃出来的？我气不过，便杀了师爷和典史，一把火将那县衙烧了。你这厮有种，贪官污吏，就该杀这2好快！来来来，陪我喝一壶。四叔，天下嫩大，何处去不得？被一个太监欺负，就躲起来，整日喝酒。那狗货仗着皇命在身，在此地为非作歹，莫要再惹着我，不然老子非斗了他！泰山大人，不好了，镇外打起来了。出了什么事？农田争水，那狼家投靠了太监，把咱家的水渠给占了。你说什么？去把人都召集起来。是。我先前便说过，莫要再惹着我。这死太监还蹬鼻子上脸了，老子今天就砍了他。这巡检不做了，进山做土匪去。你们敢不敢同去？奶奶的，反正也快被那群太监压榨的活不下去了，我等便跟着四爷闹上一场。对，闹上一场。提起杀太监，众人顿时一呼百应，全然没有一点害怕。即便此时的太监代表着皇命，毕竟朝廷不把百姓当人，百姓自然也不把朝廷当回事。这样，四叔，你们去巡检司衙门，我带人去抄官，将来的银钱对半分，如何？你若是真能拿下抄官，便是与你对半分也无妨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行动吧。小妹，这只手扎满了，要不换另外一只吧？
在医馆的这段时间，医馆先生无意间发现小丫头竟有超高的学医天赋，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小姑娘这里却是一点就通，而小姑娘对此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毕竟以后二哥和虎哥受了伤，自己也好帮忙。只是小丫头毕竟初学，难免会出现意外。爷爷，虎哥突然躺地上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无事，有爷爷在呢。可是虎哥他都倒沫子了，我是不是不适合行医呀？能把这么一个大活人扎到土沫子，也算是一种本事了。虎哥，咱们今天就要离开了，是吗？日子过得可真快啊，我都还没过够呢。可不能再待了，再待下去，爷爷就要被你给吃穷了。刚住下来的头2日，费如虎便表现出了惊人的饭量，一个人能吃6个人的饭。一开始医馆先生只当作是他刚刚重伤醒来，身体需要，可渐渐的他却有些妈了，哪有人顿顿都吃这么多，这也太能吃了。小有如此饭量，又天生神力，若是放在军中，必是一员虎将。我虎哥可厉害了。送君千里，征须一别。芳儿，你们路上注意安全。爷爷，我们会的，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。这段时间多谢先生恩义，小子在此谢过了。也亏的是与你们投缘，不然就你这饭量，换做旁人早就被我轰出门了。芳儿，这是你来时所带的，都在这了。这怎么行？当时说好的。那日事发突然，看你满脸戒备的模样，我要是不收下，你能放心将这小子交给我吗？芳儿，你要记住，唯一着须觉持物立名之心，专博施救援之志，不可因对方穷苦而不救。芳儿记住了。爷爷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何物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限时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一路上，小姑娘脑中不断回想着老人的教诲，她总觉得今天的爷爷有些怪怪的，平日里最是疼爱自己，可今日却好似在催促自己离开一般，这让她心中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。小妹，你尝尝这个包子，真好吃。虎哥，你快看那里！费如虎闻言抬头望去，只一眼便令他睚眦欲裂，双目瞬间变得血红。只见此时不远处缓缓驶来一辆囚车，而囚车上关着的正是才与他们分别不久的老人。爷爷，那是爷爷！虎哥，那是爷爷！爷爷被抓起来了！怎会如此？怎会如此？明明刚才还好好的。囚车上的老人姓李，5年前来到此地开了家医馆，取名吴氏。因其医术高超，又从不因病患身份而区别对待，哪怕没钱也可先行医治，等有了再来补上就是。久而久之，名声便传了出去，百姓们皆尊称他为吴氏先生。昨夜，前征北将军突发脑疾，头疼欲裂，听闻吴氏先生医术高超，遂将其请来治病。当夜头疼略有好转，可第2天便暴毙而亡。我儿李幼廷，崇祯元年参军入伍，2年便官至军中指挥使，斩有敌酋682颗。于崇祯4年大凌河之战，被奸臣勾结外敌害死。如今这狗贼又添作益州知府，却不思民政，整日搜刮民脂民膏，
令百姓生活苦不堪言。此等罪行，既然朝廷不管，皇上不管，那便由老夫来管。请官老爷开恩，放了吴氏先生吧。请官老爷开恩，放了吴氏先生吧。街道两旁，得知真相的百姓哭声一片，纷纷跪倒在地为其喊冤，口中不断讲述着吴氏先生的善行，声音震耳欲聋，似要将这苍穹捅破。民心所向，在这一刻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了眼前。可即便如此，又能如何？声音再大，也传不到朝堂之上，传不到那些大人物的耳中。毕竟在他们的眼里，百姓的声音从来都不重要。正要拼死营救的费如虎，在对上对方的眼神后，突然愣住了。从这个眼神中，他看到了关心、鼓励以及浓浓的死意。或许在他投毒的那一刻便想明白了，又或许是他本就是带着死意来自蛰伏5年，只为今日。无后可者，不可以作矣。人面生死之所系，于救人而学医则可，于谋利而学医则不可。凡为义之道，必先正己，然后正物。人皆纯良，不为名利，宜以活人为心，故曰医乃人术。恭送吴氏先生。方儿，爷爷，花洒下，起舞落成霜。迟来的雪飘不到你的身旁，高悬星辰四处。小妹，虎哥，我打听过了，这次死的是益州知府爷爷他。虎哥，我都晓得的。对不起，都是虎哥没用。虎哥，你说爷爷他就算是杀了人，可那个人是坏蛋呀。爷爷是做了件好事，是好人，为什么要被抓？好人怎么就没好报呢？小妹，我也不知道。小姑娘哭了很久很久很久，久到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，几乎晕厥过去。也是，小姑娘虽然嘴上不说，可心里的悲伤早已似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自她记事以来就一直在失去，先是姐姐，再到爹娘，就连一直相依为命的二哥也离她而去。小姑娘一直都是默默忍受着，可如今爷爷的离去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她想不通，为什么这世道和书上说的不一样，也想不通自己明明一直在很努力的去珍惜，却总是握不住那一丝温暖。
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孑然生命如末影茶凉，心中发黄。我此生不再遥望远方，原地安乐把我遗忘。我踏过风雪，曾望远风光，就让独流云替我思量，谁念西风多自凉。阁下有如此身手，为何会行这倒行逆施之举？旧年多向往。我所求只是教世人得安，不受天灾饥寒，不受战亡死难。我相信终有一日，这世间千万人会自己创造出一个太平盛世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我要小妹平安快乐，看一看我所见过的世界。90年却相依，月光。梦压星河，但有也绝无任何悲歌。虾哥，超关这边的人都解决了。统计一下阵亡的兄弟，等四叔归来后，从咱们那里抽出一部分当做抚恤金。是。虾人没等太久，远远的就见费印果驾驶着一辆马车驶来，马车上装的全是银子。四叔幸不辱命，超关已被拿下。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仅靠20人便攻下了100人把守的超关。侥幸而已，只是死伤了很多兄弟。你等不必内疚，何不问问他们后悔吗？不后悔，活了20多年，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人。就是我等生来难命一条，与其在淤泥中死去，不如跟着四爷拼一回。四爷，赶紧分银子吧，我还等着给家中老娘寄去买肉吃呢。他已经许久不曾见过荤腥了。各位英雄侠义，是小子扭捏了。这里总共是4500两，去除阵亡兄弟们的抚恤金，还剩3000两，咱爷俩一人一半，这是1500两的银票，全凭四叔做主。四叔接下来有何打算？还能如何？如今我也算是反贼了，只能进山当土匪了。但是放心，我只会抢那些贪官污吏。你在山里，我在山外，可以互相照应。你若想下山劫掠，尽管去那永新县，可别到小池这边来抢。那便如此说定了。四叔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就此别过。也好，你此去黄家镇要注意安全，切不可莽撞行事。小侄醒得的。怀中揣着1500两，虾人策马疾驰奔向远方。有了启动资金，他便可以施展心中抱负，发展自身势力，也离打造一个太平盛世更近。小妹跟着我。小妹，你为什么想要练拳？找二哥。那医术呢？一起练。各位哥哥姐姐，大爷大伯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这边有好吃又好看的糖人卖啦！不甜不要钱，你要问我有多甜？看到没？就像我小妹一样甜。这兄妹俩可真有意思。
姐姐，你要买糖人吗？可好吃了。小妹妹真可爱，来着买，我尝尝是不是真跟你一样甜。谢谢姐姐。娘，你看他们的糖人好漂亮，我想要一个。小孩子少吃点糖，会长蛀牙的。就买一个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好好吃饭。唉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小姑娘，给我拿一个。娘，我还想吃糖葫芦。不行，小孩子糖葫芦吃多了会牙疼的。我不怕，姐姐说会给我揉揉，揉揉就不疼啦。还笑呢，看你把他给惯的。小姑娘，小姑娘。珊珊，这个给你。娘，这个真的好好看。你喜欢就好。刚刚那个姐姐也很好看。是啊，还特别懂事，这么小就知道帮大人干活。小妹，帮我拿个蝴蝶。好，来了。喂，我们的糖人快卖完了，再送点原料过来。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，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。就这样，缺少路费的二人在街边摆摊卖起了糖人。糖人很好吃，小姑娘也很好看，很多人被吸引过来，摊位面前的人越聚越多。白天制作的糖人很快便卖完了。你们的糖人怎么做的这么好？都我大姐教的。都闪开！大哥哥，你要买糖人吗？谁吃这玩意儿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在这做买卖，向官府报备过吗？按规矩，税期。税期？我怎么没听人说过？再说了，就算要交税，也是官府的人来跟我说。哼，不必喊官府的人了。新来的大公公是我干爹，我就能代表官府。你说你能代表官府，可有凭证？哼，凭证？我就是凭证。来人，把摊子给我砸了！是。你算哪根葱？我说了要交税，让官府的人来跟我说。好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咱们还会再见面的。伴随着几个流氓地痞的离开，想象中的欢呼声并没有响起，人们反而像是躲避瘟神一样，离兄妹二人远远的。小伙子，快带着你妹妹离开吧。为什么要走？此人仗着认了太监做干爹，便开始为非作歹。他是真能找来官府捉你的。怎么？小伙子，快走吧。虎哥，小妹，走。两位这是想要去哪呀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说过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。虎哥，他们好多人。小妹别怕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保护，把人带上来。
此二人所售货物，将人吃死了。来人，将他们拿下。费如虎默然站在雨中，紧紧地护着身后的虾真芳，手中长刀松了又紧，心中也是思量万千。若只是他一人，大可先随他们回官府，随后再动用关系脱身。可如今带着小妹却不能如此，要知道他的身份可是经不起查的。我曾经心中满是疑惑，想不通虾哥为什么要造反，于是便带着小妹前去寻他，想要当面问一个答案。可如今看来已经不必了。我想那个答案我已经找到了，如你等这般不把人命当回事的烂货，整座皇朝不知有多少。而虾哥要做的，便是将这棵烂树砍掉，还百姓一个世间清平。小妹，小妹来找我了。小妹来找我了，我要去找她，我要去找她。在看到海捕文书后，虾仁脑中一片空白，心中方寸大乱。短短的一段路便摔倒了好几次。他知道自己犯了个很严重的错误，就是低估了自己在小妹心中的重要程度，重要到小姑娘只身一人就敢出来寻他。他不敢想一个小姑娘在这乱世中有多危险，也不敢想小妹到底吃了多少苦。他现在心中满是悔恨。哥，你肚子饿了吧？没有，我不饿。小妹，二哥，小妹，小妹，你去哪？我是二哥啊，我来找你了。小姑娘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二哥，却并没有急着相认，而是连忙跑到河边，借着清澈的河水将自己清洗干净，又拿出二哥送的帽子，小心地戴在头上。离别这么久，也不知道二哥还喜不喜欢自己，所以他要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二哥。小妹，二哥。小妹，二哥，我。小姑娘跑到一半突然停下了，两只小手紧紧地攥住衣角，头也慢慢地低了下去，像是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，看得虾仁心疼不已。小妹，是我啊！二哥，对不起。芳儿不乖，芳儿没有听你的话。芳儿没有不乖，芳儿也很听话，都是二哥不好，二哥不该丢下你一个人。二哥，芳儿好想你，真的好想你，好想。
得到原谅的小姑娘再也绷不住了，猛地扑进虾仁怀中，放声大哭起来，泪水犹如决了堤的江河一般汹涌下，就好像她这段时间的思念一样，怎么也止不住。摇啊摇，春风摇过，日落就是外婆桥。照啊照，炊烟袅袅有虫儿叫。二哥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有啊，小妹这么可爱，我肯定每天都在想。我也是。小姑娘听后高兴地跳到虾仁背上，小脑袋亲昵地蹭着二哥的脸颊。久别重逢的二人在屋顶互相诉说着这段时间的经历。虾仁没有提打仗时候的凶险，小姑娘也没有讲旅途中的艰辛，二人都默契地避开让对方担心的情节，一切都好似从前一般。只是抬头望向夜空的时候，眼神总会不自觉地飘向那几颗多出来的星星。虾哥把这封信交给我娘，就说他儿子终于出戏一回了。二哥，你以后可不能再丢下我了，听见没？不然凤儿就不喜欢你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都听小妹的。二哥最好了。兜里藏着你到嘴巴塞不了，跑啊跑，树下追着妈妈笑。小少爷，这次多亏有你，不然小妹怕是危险了。这次多亏了有虎哥在。保护小妹可是我的职责。只是这次连累你也成了反贼。虾哥，哪里的话，出来一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世道已经烂透了，到处都是人吃人的景象。是啊，如今的皇朝就像是一棵老树，有人想要它继续烂下去，有人想要将它扶起，而我要做的则是要将它彻底砍掉，另起一棵新芽。虾哥，我与你义气。万万不可，这样我没法跟少夫人交代。虾哥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伯姐已经对外放出话了，非你不嫁，咱们早已经是一家人了。登徒子。虾仁听后沉默半晌，远方那位家人的情谊太浓，浓到他都有些承受不住。一个世家小姐对一个家奴说出非他不嫁4个字，这就相当于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交付给了他。再看着面前一路护送自己妹妹的费如虎，虾仁瞬间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万分。既然他们选择将性命交于自己，那自己便也拿性命去拼他一回。小少爷，咱们此去黄家镇。虾哥不用对我说，我也听不懂，我就负责保护你跟小妹的安全。好吧，马车后面有我买的干粮，你要是饿了，已经吃完了啊。二哥，他们是不是在吃草啊？是。可是旁边的田里明明有粮食的呀。那些田地虽然是他们在耕种，可粮食却不是他们的，吃了死的只会更快。小姑娘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满眼的不可置信。虽然她也走了很远的路，见过很多吃不上饭的人，可那都是因为灾情战乱所致。像这种守着满地粮食还要饿死的，她真的第一次见。霍管事，今年的谷租不是已经交过了吗？怎么还要啊？交过了，我怎么没见到？我相公上个月……你相公在哪儿啊？把他喊出来。他去了边关。他去边关关我屁事啊！
求求你，给我们留点吧！没了这些粮食，我的孩子会饿死的。饿死了更好，来年你不就可以少交一份人头税了？如虎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你爹。夏哥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 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你居然敢打我！打你！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！他男人在边关拿命保护你们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他妻儿的？那又如何？又不是我叫他去的。好，很好。虾仁长吸口气，努力地压制着心中的杀意。出来黄家镇，他还不想与地主黄老爷直接结仇。滚！别让我再见到你！敢在黄家镇嚣张，你给我等着！婶婶，给。谢谢恩公，谢谢恩公。女人接过粮袋后，连忙跪倒在地，口中不断的说着感谢的话。小姑娘上前想要将她扶起，却怎么也拉不动。虾仁抬头望向四周，只见周围的居民尽皆神色木然，仿佛对这一切早已见怪不怪了。而不远处的祠堂则更是扎眼，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。这祠堂可真华丽呀，不愧是个造反的好地方。你说什么？那伙人当真如此？还可不是嘛，他们是都不把您放在眼里呀。老爷，外面来了伙人，自称是从济水来的秀才。哼，真是不知死活，还敢送上门来！今天就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这黄家镇的天。二哥，咱们不是刚打了黄老爷的人吗？怎么还要过来找他？没事的，二哥自有打算。哼，将他们给我围起来！二哥，阁下真是好胆色，刚打了老夫的人，又找上门来，真当我黄家好欺吗？黄老爷，你就是如此待客的。客？是的，在下想和黄老爷做笔生意。二哥，你怎么直接把银两拿出来了呀？这样很危险的。小妹放心，二哥心里有数。连一个小姑娘都知道才不外露的道理，虾仁又怎会不知？所以从一进门就刻意营造出一副富家子弟的模样。他现在就在赌对方忌惮自己的身份，也赌对方想要获得更大的利益。而黄老爷也确实在某一刻有过杀人越货的想法，虽说人老成精，可魄力也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消散了，他终究是没胆子动刀的。来人，黄三冲撞贵客，带下去，打！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啊！听着远处管家传来的惨叫声，虾仁长舒了口气，他知道自己暂时将对方唬住了。同生黄尊道，字持正，不知贵客前来，有失远迎。在下济水秀才虾仁，字子曰。原来是前辈当面，失敬失敬。黄尊道听后连忙作揖，这是功名的较量，也是财富的较量。一个童生面对秀才，
土财主面对富商子，他还真跳不起来。当然，如果牵扯到自身利益，那就又要另说一番了。毕竟强龙也压不下他这条地头蛇。黄小友，我要在黄家镇建货仓河边的那片乱石滩，不知可愿卖给我？建货仓。不瞒贤弟，那片乱石滩虽然不值几个钱，但却是皇家各宗共有财产，老夫要考虑一下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在下就换个地方建货仓，告辞。贤弟莫急，一切都好商量嘛。黄老爷似乎还没想通一件事，我建货仓材料、人工哪样不需要从黄老爷手中买？我就和黄老爷直说了吧，河滩不能种粮食的荒地，你若愿意送我，那就继续谈；若不愿意，那我就去隔壁的镇子。贤弟所言当真？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便不用考虑了，就按小友说的办。成交。老家伙终于上钩了。二哥，你说今天那个黄老爷为什么要打那个管家啊？他们不是自己人吗？自己人？你确定他拿那个管家当人了吗？啊？为什么呀？虾仁此时有些沉默，他不知该不该将这个残酷的现实告诉小妹。按照他原本的想法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小妹开心快乐的长大，可现在看来似乎不是那么的容易。小妹在呢。不是每个人都如你我这般的，那些人仗着有权有势就随意压榨打骂底层百姓，在他们看来，百姓只是为他们赚取财富的工具，而管家也只不过是顺手点的工具罢了，随时都可以丢弃的。小姑娘听后无比震惊，在虾仁的教育下，她从不会去欺负别人，也不会被别人欺负。在她看来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所以当虾仁将残酷的事实摆在她眼前后，她会觉得难以接受。小妹放心，二哥来这边就是要帮助他们的。二哥，我想去看看今天的那位婶婶。好，二哥带你去。如虎，我带小妹出门了，有事打给我。嘉哥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 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婶婶，恩公来了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婶婶不必这么客气，叫我虾仁就好。我叫夏振峰。今天多谢夏公子和夏小姐相救，不然我们娘俩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。女人说着便跪了下去，作势要拜。小姑娘连忙跑上前去将她扶起。除了救虎哥那次，她从未给任何人下跪过，所以也特别不习惯别人跪她。婶婶不用这样的，我二哥说了，这次过来就是要帮助你们的。虾仁抬头望向四周，只见小院虽然简陋，却被收拾得井井有条，门口的水缸已被挑满，生火做饭的木柴整齐地堆在一旁。这一切的一切都足以证明对方是个勤劳的人。可这年头，不是勤劳就能吃得上饭的。婶婶，我们兄妹2人初来乍到，身边缺个生火做饭的，工钱虽然不多，却可保你母子2人无忧，不知你可愿意？愿意，多谢公子。女人听后连忙应承下来，想要下跪以表感谢，又想起对方好似不喜这样，于是只能不断躬身。婶婶，等我们办完事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啊。多谢小姐好意，但我不能随你们离开，我还要等我相公回来呢。婶婶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实属不便，而且据我所知，边关公子，你说的我早已知晓，民女不懂那些大道理，
只晓得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一日没有他的消息，民女便等一日；1年内有，民女便等1年，终归是能等到的。兰花，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。呀，你怎么把你家的白面偷出来了？让你爹知道了，非得打断你的腿。就是我爹让我拿来的。他说这个当聘礼。谁说要嫁给你了？不知羞。还有呢。还有什么？先把眼睛闭上。哦。民女叩谢公子大恩。打倒虾人，打倒虾阵风，打倒虾人，打倒虾阵风，把他们赶出皇家镇，把他们赶出皇家镇。打倒虾人，打倒虾阵风。虾哥，不好了，村民把咱们围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走，随我出去看看。虾人，快点带着你妹妹滚出皇家镇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对，不欢迎你。虾哥，我去将他们打走。不要冲动，先问清楚怎么回事。二哥，怎么会这样？小妹别怕，有二哥在呢。我虾人自问没有得罪各位，你们为何要赶我们走？虾人，都怪你要来建货仓，黄老爷把我们的耕地全给占了。对，都怪你。现在临近春耕，没了那些耕地，我们一家都要饿死了。原来，在虾人付了1000两银子的定钱后，黄老爷便开始逼迫佃户去平整河滩，每日的工钱就是1碗寡淡的汤水，而且为了扩大面积多挣些钱，更是不顾村民的死活占用了许多耕地，这就导致本就吃不饱饭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。所以你们不敢去找黄老爷的麻烦，就来此地围堵我。夏公子，求求你了，离开这里吧，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求求夏公子了，离开这里吧。见到如此情景，了解实情的费如虎有些愕然地看向虾人。说实话，他实在想不通对方为什么非要建货仓，这对他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。虾哥，要不我们还是……如虎，你相信我吗？相信，可是现在……那就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小妹，你去哪？小妹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我第二个给你道歉。哥哥，对不起，给你馒头。小妹，回来。二哥，等一下。小妹，我说了，快回来。小姑娘闻言愣在了原地，怀中抱着还未来得及送出的馒头，头也慢慢低了下去。她不明白二哥为什么突然变得很凶，也想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，但她还是听话的朝着虾人走去。毕竟在这世上，她只剩二哥一个亲人了。一群烂货，敢来此地闹事，给我打！住手！快住手！我让你们住手！二哥，快救救他们！对不住了，虾公子，是在下来晚了。黄老爷，让你的人快住手！公子不必担心，这群刁民打一顿就老实了。黄老爷，你把人都打伤了，谁来给我建货仓？你吗？
虾公子言之有理，我这就去让他们停手。如虎，记一下伤者，回头看看家住在哪。好的，虾哥。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白天是二哥不好，二哥说话语气重了些。二哥骗人，二哥说话不算话。小妹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二哥说过，来这边是要帮助他们的，可现在他们的田地被占了，粮食也没了，而且我去给他们送馒头，你还不让。小妹，今天你也看到了，那群百姓受了欺负，却不敢去找黄老爷报仇，只敢来咱们这边闹。可是之后我给他们馒头有什么关系呀？他们真的快要饿死了。小妹，救人不是这么救的，你给他们馒头只会害了他们。啊？为什么？能救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，人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才是最有勇气的。他们现在的怒火已经被点燃了，咱们要做的则是在这上面再添一把火，让它彻底燃烧起来，而不是给他们食物，让他们继续卑微的活着。小姑娘听后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二哥，她现在好像明白二哥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间货仓了，也明白二哥白天为什么这么生气了。小妹，走，现在就让咱们将这最后一把火添上吧。都听二哥的。小妹，你要记住，学医可以救人，但却救不了国的。你们为何来此？老丈，我是来给你们道歉的。我不需要你们道歉，出去，都出去。老丈，你先听我说，我给了黄老爷1000两银子，让他请人平整河滩，事先说好的每天30文工钱，却不知他怎就真的每天30文？可黄老爷为何只给我们1碗汤水？具体我也不知，你们慢慢养伤，我还得去拜访下一家。当晚，虾人带着小妹探望了17户伤者，留下了同样的话语以及钱财，也留下了点燃他们愤怒的火苗，只待一阵春风，便可形成燎原之势。听说了吗？新来的家老爷原本开的工钱可是30文呢。什么？那为何到我们手中只剩1碗稀汤？莫说了，这都是命，咱们天生的贱命。如虎，饼都做好了吗？虾哥，按照你说的，3000张饼已经做好了，时候差不多了，走去乱石滩。虾人驾着马车行驶在路上，前后谋划了20多天，又酝酿了8天的怨恨情绪。此时佃农们如同一个个火药桶，而虾人此去就是要将他们彻底点燃。赶紧干，耽误了黄老爷挣钱，有你们好果子吃。夏公子说了的，他给的工钱每天30文，怎么到我们手里就只有1碗汤水？一群贱皮子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的。住手！夏公子，你来了。我过来看看。夏公子救命！我们每天做工又没有饭吃，已经有很多人饿死了。夏公子救命！我也看见天笑，此去沧海落扶摇，万古梦吹，夜半河道。干什么？都要造反吗？我寂寥，夜间深月颠倒，风尘浮江潮，满岁银波自飘渺。此生不了，真不会瞧。我救不了任何人，能救你们的只有你们自己。我们自己？对，如虎。
我这里吃的管够，不愿意跟着的拿1张饼后自行离去，愿意跟着我的拿3张。只是你们要想清楚，我刚杀了黄老爷的人，跟了我就没有回头路了。虾公子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 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望着白面做成的大饼，众人全都馋得直咽口水，可却没一个人敢伸手去拿，只因黄老爷这3个字一直如同一座大山般压得他们抬不起头。我黄小二天生饭量大，一张吃不饱，不就是去死吗？当了一辈子狗，临死前咱也要做回人。对，去死，去死！有了第一个人带头，跪在地上的村民陆陆续续的爬起身，朝着饼摊走去。在他们看来，跟黄老爷作对就是死路一条，但在临死前起码能做个人，一个吃饱了饭的人。虾仁，老夫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黄老爷，是你让他们活不下去的。你以为凭这些个烂货就能起事？出来，上，杀了他！去吧，拿回属于你们自己的东西。笨蛋，你还我姐姐命来！好汉饶命！我姐姐当初也是这么求你的吧？可你饶过她了吗？还我姐姐命来！还我姐姐命来！你还我姐姐！女儿，为父终于替你报仇了！为父终于替你报仇了！替你报仇了！门破之后，饱受压迫的百姓一股脑地涌进了皇府，开始了自己的反抗。皇氏族人吓得纷纷跪地求饶，可已经豁出去的百姓哪里肯饶过他们？毕竟血债只能血来偿。只是有些村民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竟转头向着襁褓中的婴儿冲去。不准杀害孩童，谁敢不从？别怪我虾某人不讲情面。听到虾人带着怒气的话语后，那群村民瞬间清醒过来，转头将怒火发向别处。而虾人也没有继续阻止，他知道被压迫了一辈子的农民，此时最需要的就是释放。也逃不过时间背叛离合，我为情况一人一样拥有。虾哥，咱们成功了。只是报名成不了事的，他们眼下有多凶，遇到官兵就有多怕。我晓得，若非想要快速建立根据地，我也不会选择这种低级手段。如今此地消息传出，周围村镇恐怕不乏效仿者，还要早做打算。所以接下来我打算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分田。各位，你们认为这天下是谁的？朝廷又是谁的？这天下不是皇帝老爷的吗？朝廷也是。错，荀子他老人家曾经说过，百姓如水，朝廷如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所以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朝廷也是千千万万人的朝廷。荀子他老人家真是这样说的。
不只是他，就连孔圣人也曾说过，朝廷跟官府应该讲信用，不能整天只晓得盘剥百姓。可如今他们是怎么做的？不仅无故增添各种赋税，而且还放任那些地主侵占田亩，导致百姓们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却还是连饭都吃不上。你们说这样的天下对吗？这样的朝廷对吗？不对。可是我们底层百姓又能如何？只能听之任之。我们如何不能？幸福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。既然这朝廷已经烂到无可救药，那么便由我虾人来。朝廷做不到圣人口中的天下，我虾人来做。朝廷给不了你们的安稳，我虾人来给。总之一句话，我们要站起身，做自己的主人，不再当任何人的奴隶。幸福安稳，做自己的主人。听到这话，村民们全都陷入了沉思。被愚弄了几千年的他们，心中从未像此刻一般清明，就好似有一道光划破了身前的迷雾，照耀着他们前行的道路。诸位，愿随我造盛世者，请起身。此言一出，在场众人全都不自觉地挺起胸膛，目光坚定地望向前方。虽然他们本来就是站着的，但随着面前之人的一句请起身，他们感觉自己仿佛又站了起来。这一次起身是思想上的站立。桌案上摆着牌位，是一尊无主牌位，无主便代表着天地，代表着圣贤，也代表着天下万民。我虾人在此立誓，此生必将推翻昏君，杀尽天下贪官，做到老有所养，幼有所依。此事日月为证，天地共鉴，仙魔鬼神尽听之。此事日月为证，天地共鉴，仙魔鬼神尽听之。随着入会仪式的结束，众人全都感到热血沸腾，似乎此时有天地神明注视，世间神佛都在保佑，天下兴亡就寄托在他们身上。现在开始分田。崇祯6年7月9日，一支全是农民的军队组建成功，虾人为其取名大同。这不仅代表着他对心中那位伟人的致敬，也寓意着他心目中的美好——天下大同。婶婶，这个给你，要按时吃哦。谢谢虾小姐。婶婶不用客气，叫我芳儿就好啦。自打黄家镇被攻破后，众人便陷入了忙碌之中。庞先生负责统计财产和田亩，虾人负责对村民进行训练，于是分粮的任务便落在了费如虎身上，这让算术本就不好的他挠破了头。小妹，快来帮我算下账，我算不清楚了。啊，来了。虎哥，这个你算错了，7、8、56，不是42。哦，小妹真聪明。小妹，小妹，你去哪？我去教婶婶们认药材。小妹回来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哦。自上次难民事件以来，虾人就发现小妹总是在刻意躲着自己，每次与自己讲几句话就借口跑向别处，这让虾人感觉自己和小妹好似疏远了许多。小妹，你是不是还在生二哥的气？没有啊。那为何这些时日你总是在躲着我？啊，因为小妹，爹娘不在了，姐姐又不知去向，二哥现在只剩你了。二哥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的，你就打电话告诉我。嘉哥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 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没有，二哥做的很好，是芳儿不好。小姑娘听到这里，猛然站起身开始道歉。原来这些时日，小姑娘并非是在躲着虾人，而是觉得自己之前的表现并不好，所以不敢面对二哥，可又忍不住的偷偷想念，于是便只能远远的看着忙碌中的虾人。别听他们瞎说，小妹你做的很好。
真的吗？可是那些观众老爷又说不喜欢我，说看到我就烦。是真的，一个小女孩在这乱世中又能怎样呢？总有小黑粉说每集都是在哭，没有一点笑容。请问这乱世中真的有让人值得开心的事吗？二哥，小丫头愣愣地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二哥，消失已久的光芒再次出现在眼中。她终于理解了二哥口中的只剩他一个的分量了，那就是无论自己再怎么不好，二哥都不会不喜欢自己，哪怕前方有着千军万马，挡在自己身前的也一定是二哥。二哥最好了。虾哥，门外来了个姓左的秀才。左？可是那个江西大族左氏。那人虽然衣衫破旧，却气质不凡，想来应该没错。那便去见一见。在下虾人见过左兄。左孝良，字大善，见过虾先生、虾小姐。左兄，我这地方同生不少，秀才也有，就是躲着不肯见我。不瞒先生，吾与族兄已在黄家镇观察多日，对先生手段略有了解。你那族兄呢？投奔巡抚去了。情理之中。先生喝茶。谢过虾小姐。无限一计，若先生能采纳，孝良愿为驱驰；若先生不采纳，孝良转身便走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但说无妨，我就喜欢快言快语。先生的宗旨本是极好的，可行事未免太过，不可谓长久之计。你是说不能直接杀地主分田？田肯定要分，但不必直接杀地主，他们也并非全都是坏人。确实如此，你觉得该怎么做？在下认为，只需重新分给佃户，让他们交些粮食给地主，算是分期支付够的银子，佃耕2年便可将土地买下。虾人听后沉思良久，这个方法说的直白一些，就是把真刀子架在地主脖子上，再用软刀子慢慢割肉放血。可以试试看，效果不好再改正。但是穷凶极恶的地主必须杀之而后快。愿为主公效犬马之劳。各位乡亲父老，大爷大娘，今天我们给大家表演一段改编版白毛女。把你姐姐叫出来。你们想要干什么？我姐姐不会跟你走的。干什么？你们今年的租子交不上来，按规矩你姐姐得交给我们抵债。哼，你们休想！一边去！你们别动我妹妹，我跟你们走。终于出来了，把人带走。姐姐，芳儿别怕，姐姐没事的，你就安心在家等姐姐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芳儿不怕，芳儿很乖，芳儿在家等姐姐。台下众人看到这一幕，虽然明知道是演的，可拳头还是不由自主地握了起来。只因类似的悲剧也曾在他们的身上发生过。大哥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 还卖了3000多呢。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。哼，明年再交不上租子，就拿这小的来抵债。咱们走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不要吓宝儿，宝儿很乖，没有哭也没有闹，还把饭也做好了。姐姐，你醒醒，咱们去吃饭好不好？
情到深处，小姑娘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是在演戏。眼前的这一幕让她想起了卖身换食的姐姐，以及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的爹娘。而台下的村民也纷纷跟着落泪。小姑娘那一声接一声的哭喊，似要将他们的心都喊碎，也将他们曾经受的苦难再次翻出。二丫，打倒地主，打倒黄世仁，打倒地主，打倒黄世仁！回想起因压迫而失去的亲人，村民们再也忍耐不住，纷纷冲上台去追着黄世仁暴揍。可怜的费如虎不敢还手，只能狼狈的不停闪躲，口中不断解释着是在演戏。可暴怒的村民哪管这些，依旧喊着打倒黄世仁的口号，紧追不舍。先生这出戏演得妙啊！孝良过奖了，我只是将曾经发生过的事搬到了台上而已，而这些还不足他们遭受的1/10。夏先生，这些村民好似与昨日有些不同，精气神比我见过的那些官兵好上100倍。孝良可知为何？请先生解惑。其实从头到尾，不管分田还是唱戏，我所做的事只有一件。何事？凝聚力。凝聚力。没错，以前的他们就如同一盘散沙，碰到厉害点的官兵就会一触即散。而现在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梦想，并且为之奋斗。眼前有目标，心中有信仰，这样的农民军，哪怕碰上军队，也有一战之力。目标，信仰。看着眼前之人，左孝良彻底为之折服。如果说之前他来投奔还有赌的成分，那么现在他是真觉得虾仁必成大事。毕竟得民心者得天下。在下受教了。小妹，小妹，快来救救我！虎哥，你怎么还在被追呀？我也不知道，跟他们解释那么多遍都不听。得拜虎哥，你演得太好了。与黄家镇的一片繁荣相反，远在100里之外的盐山县，因税监盘剥过度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恰有妖人创立秘密教，渔夫渔父信之者众，不过3日便传播极广。这些个妖民，若非现在各地都在造反，本官腾不出手来，不然非得将他们统统扒皮宣草。先生，晚辈去了一趟庐陵县，那里暴民遍及半个庐陵县，杀害地主，强焚田宅，可这些都不足为惧。唯有那黄家镇的虾人必须赶紧剿灭，否则定会大患。那虾人有何奇异之处？相传此僚为秀才出身，他在黄家镇创立大同会，取天下大同之意。此僚虽为贼寇，却不取钱财为己用，抢来的土地也尽数分给了农民。听到这话，时任江西巡抚的谢学龙立刻知道事情大条了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反贼。此人实乃乡野遗才，可惜不能为朝廷所用。既然如此，只能速速将其剿灭了。二哥，你怎么啦？好像有心事的样子。虾人听后并未答话，是依旧在思考当下局势。只因他在黄家镇起事成功后，却迟迟不见官府来镇压，这立即就引来周边村镇争相效仿。短短几日，暴动就传染了半个庐陵县。而下游的那些暴民，在杀地主分田地之后，竟又还划着小船去打劫商贾，这就导致虾人订购的玉米和红薯全被这些水匪给下了回去。虾哥，是不是要打仗了？不晓得，下游的暴民劫掠船只，已经没有商船赶过来，消息自然也传不到。我已经派船前往府城，希望别被暴民给抢了，否则咱们的探子都回不来。应该要打了。我族兄既然已经前去投奔巡抚，必定会将此地情况告知。那巡抚只要不傻，必定发兵来攻，不过肯定先打下游的李家馆。虾人听后不再犹豫，他能为了一个馒头将人活活咬死，也能为了小妹雨夜杀人。作为一个最底层的小人物，他能带着妹妹活到现在，全是凭借着一股狠劲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只能先下手为强了，否则霸占李家拐的那群蠢货很有可能投靠巡抚，转头来打咱们。是啊。翌日，虾人带军沿河步行前进，粮草则用小船运输。没办法，虾人太穷了，买不起运兵的大船，只能自己造一些运粮小船。
毛竹、锅盖、菜刀、剪刀，这样的队伍真能跟官兵作战吗？如虎，你要不要打电话给家人报个平安？霞哥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 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虾仁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为何要来我李家拐？虾先生来了，咱们有救了。哼，吵死了！如虎带一队人去杀光他们。是啊，听好了，是杀光他们，一个不留。末将领命。哪来的毛头小子，杀光我们，口气还不小。虾哥，我回来了，很高兴嘛，记大过处分，下顿少吃一碗饭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不是打赢了吗？较量，你告诉他。费队长，你确实犯错了。哪里错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忘记先前先生下的什么军令了吗？我记得不是杀光他们吗？先生的军令是带一队兵去杀光他们，你的兵呢？啊！你身为队长，指挥着老子的标兵，居然扔下自己的兵，一个人跳进人群里乱砍，砍到最后人都见不着了，你自己说是不是乌合之众？是啊，是我错了，脑子一热，忘了手下的兵。哎，别看平时练得中规中矩，这还没遇到官兵呢，只打一群村霸而已，一个个就原形毕露。较量，你去按户口，去青田分地，等分好了地，小妹再演白毛女，公审这些恶霸，召开诉苦大会，宣讲咱们的大同思想。是。与此同时，百里外的河边军营内，谢学龙正在进行出发前的誓师大会。将人押上来。姓谢，爷爷是临江千户，杀我都有朝廷公文。你擅杀武将，是要造反吗？在瑞金剿匪时，你就纵兵劫掠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如今又带兵侮辱良家妇女，就是杀了你又如何？臣，你敢！出放剿贼。姐姐，这个叫金银花，和艾叶薄荷草一样，都是祛风寒的。知道了，小先生。婶婶，这个药的火候过了。知道了，小先生，我这就给。自从解开心结后，小姑娘便快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，那就是借着自己的医术去救助伤员。毕竟打仗总是会有死伤的。在得到二哥的同意后，小姑娘便风风火火地组建起了自己的医疗队，每天都迈着小短腿奔跑在人群之中，就像是一只美丽的小蝴蝶，为这混乱的时代添加了一抹彩色。小姑娘走了很远的路，也读过很多的书，虽然年纪小，可说出来的道理却很大，又因长相乖巧可爱，所以村民们皆称她为小先生。只是这样一来，小姑娘自己便没时间学习了，为了让自己能够跟上二哥的脚步，她只能趁着吃饭的功夫去读书。由于还在长身体的年纪，再加上每日劳累，小姑娘时常累到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小妹，这一切都被虾仁看在眼里。他虽然也很心疼小妹，却没有出面制止这种行为，因为他知道
小妹这是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她这个二哥，所以她不会阻止，也不能阻止，只有默默的接受，才是对小妹最大的回报。如虎，你就守在门口，哪都不要去，有事打给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左下角领的，而且苹果16和3折叠都不限量，就连最新版华为 Mate 70都有。这是谁都能领的吗？当然了，这次由我全程把关，还跟左下角厂商还签好了协议，只要认准左下角，大家都能领的，放心。那我去试试。小妹，二哥一定会找到姐姐，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。夏哥，不好了！据探子来报，巡抚集结了6万大军，正朝咱们这边出发。屁的6万大军，巡抚、知府一起把屁股卖了，都凑不齐6万大军的粮草。铁牛，你去把人都召集起来商量对策。是。小妹，他们都学的怎么样了？二哥，他们都基本掌握了一些急救原理了。那便差不多了。先生，你带着老弱妇孺进山，我带着剩下的人进攻吉安府。什么？众人听到这里全都傻了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虾仁竟会如此胆大，官府大军压境，不想着如何退敌，竟然跑去奔袭府城，拢共就800杂兵，能攻下固若金汤的吉安府吗？先生，还请从长计议。霞哥，咱们要不跟其他的首领汇合在一起吧？你又不是没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，18路诸侯陶董是什么下场？而且咱们还不是18路诸侯，是18路村霸，混在一起必定自乱阵脚。其实也不是不行，说说怎么打。官府本来就没有正兵，全靠募集乡勇，吉安府城哪会有兵防守？那里既是府城，也是县城，一旦被攻破，巡抚必须回兵，咱们的地盘就保住了。可咱们把兵都带走，皇家镇不要了吗？让所有村民百姓收拾好家当，躲到山里，把粮食、钱财和衣服带走就成。房子任他们烧，庄稼任他们采，只要人保住了，一切都可以重来。即便打下吉安府城，咱们孤军在外，官兵回师救援，又如何能挡得住？怕是去了就回不来。打下之后便开仓放粮，然后煽动百姓造反，到时候遍地义军，咱们再趁机转移，巡抚拿咱们没有任何办法。听到这话的众人全都愣愣地看着虾仁，心里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个天生的造反头子。本来全盘死局，这一下子就活了过来，反而把巡抚给将上一军。各位通知士卒们与家中告别，咱们随后出发。是。哎，左下角发货不那么快，我还想再拿一个3折叠，但显示没库存了。放宽心，这左下角可是专门给我调配了库存权限的，等我把库存拉满，你再看看。哎，真的有了！游戏领取画面，我现在再去拿一个。与此同时，百里外的军营内，谢学龙又迎来了一位大才。晚生拜见孟岸先生。大官赋闲之人，当不得如此大礼。孟岸先生，请入营。谢学龙听后依旧不敢怠慢，将其恭恭敬敬地迎进军帐内。要知道，对方可是仅靠3000精兵就能将鞑子拒于通州之外的人，要不是自家皇帝犯蠢，勒令其守卫京城不许外出，当今天下局势应是要好上几分。而谢学龙已经是个猛人了，如今又来个前任兵部尚书，虾仁的面子还真是大。阁下可有经得起长途奔袭的精兵？我出兵瑞京之前，在南昌募了500乡勇，已经操练数月之久，虽勉强可算精兵，但恐经不起长途奔袭。可惜若有数百精兵，就可坐船一泸水而上，直插黄家镇后背。咱们在大军逼近，前后夹击贼寇，定能将那虾贼的老巢一举拿下。谢学龙听后惊得目瞪口呆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这个大迂回简直太牛了。骑兵贵精不贵多，我立即拣选200精锐。我来带兵奇袭，我带来的那些乡勇也都可以算上。先生何必亲自奔波？我虽年逾50，却还走得动路。此行必须接到永兴县，若是所托非人，一路烧杀劫掠，怕要激起永兴县民变，到时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庐陵县的乱子还没压住，永兴县也得暴民遍地。如此，就拜托先生了。虾仁自从离开梅塘县后，便一直在安福县与庐陵县地带绕圈圈，试图甩开身后追兵。可这位江西巡抚却极为难缠，似副骨之躯般，根本甩不掉。如今想要掉头都不可能，只能埋头朝着一个方向冲，而前方就是有着重兵把守的超关。
王大哥，快喝了吧。小先生，你每日给我们喝的是什么呀？松针熬水。啊，好苦啊！它有什么作用？是专门治疗夜盲症的。原来如此，我说怎么晚上看东西清晰了许多。将军打探清楚了，超官有别，而且还不少。穿的如何？拿什么兵器？都是真正的官爵，衣服跟乡勇不一样。虾仁闻言眉头紧锁，如今后有追兵，若是强攻超关，势必会耽误许多时间。小妹，现在你可能调配出泻药啊？我看一下。可以的，二哥。你将所需的东西告诉他们，尽快制出1000人所需的量。好。小姑娘闻言立刻转身指挥着士族们收集材料，不多时一个大锅便被架了起来。为了不被敌人发现，她并没有选择生火熬制，而是命人将其捣碎，取其汁液。经过小丫头的调配，泻药很快就做了出来，并且药效极强。如虎，咱俩去将这泻药投入井中。好的，虾哥。如虎，换衣服。好。在将泻药投入井中后，虾仁并没有离去，而是带着费如虎伪装成看守水井的士兵。若不如此，突然消失2人，恐怕对方会起疑心。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， 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不对啊，你们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你们？哦，我们是新来的，公公派我们来守水井。你俩肯定是没孝敬公公吧？不然也不会被派到这了。在夜色的掩护下，士兵并未过多怀疑。挑完水后便转身离开，毕竟这种被穿小鞋的事他见过太多了。如虎，走！别！不好，着火了，肚子好疼，我要上茅房。同样的一幕发生在军营各处，有许多士兵刚拿起水盆准备救火，下一秒就放到了自己屁股下面，更有甚者直接原地释放了起来，一时间整个营地臭气熏天。一瞬间，士族们气势如虹地冲进了超关，而超关内的守军则因为吃了泻药，拉得爬都爬不起来，更别说反抗了。哎呦，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！你个掠草的，还真是会跑，害我白追了半天。来人，将他带回去。你可是吉安分手太监张银？回大王，我是张银。不想死就老实听话。我懂，我帮大王炸城，求大王放我一条狗命。可以，将他带上，其余人不用管。是。就这样，虾仁在闯过超关，又擒了个太监后，便赶紧撤退，由不得他休息。只因他能预感到谢学龙已经越来越近了，他甚至感觉能听到那奔腾的马蹄声。经过一夜的奔波，士兵们尽皆人困马乏，感受着身后逐渐逼近的寒气。虾仁内心急迫，却也没有太好的办法，只能祈祷这次炸城顺利。小妹，你们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如虎，走！嘿嘿，嘉哥，你我都知道，对方全是骑兵，咱们这样下去很难逃掉。如虎，事情还没到。嘉哥，我很厉害的，你忘了吗？城门踏破，让铁马挥金戈，繁华落尽，只剩残缺天色。愿意留下阻敌者，出来！
死战！随着费如虎的一声令下，其麾下200子地兵齐齐向前一步，他们脸上神态各异，有悲伤，有怀念，有不舍，也有害怕，却无人退缩。在他们看来，能让自己吃饱饭，能让自己的家人吃饱饭，把自己当人看，这样的将军，哪怕为他死了又何妨？那就请诸位与我走一趟这生死关。死战！死战！死战！虎哥，我等你回来。嘿嘿，小妹、虾哥，我会保护好你们的。有一家小卖部，夜夜开到0、2点，不知他有时。只是好像没有机会孝敬爹娘了。王哥，别看了，这红薯马上就要被你看出花来了。你懂什么？这是我宝贝女儿给我的，我当然要省着点吃。是，知道你有个宝贝女儿，等咱们打了胜仗，我就找个媳妇，然后生个大胖小子，专门勾搭你家姑娘。你个臭小子，能活下来再说吧，你外婆还在家等着你的。就是，我们起码都成家了，不像你，连小姑娘的手都没牵过呢。同样的一幕发生在峡谷各处，留下来的200士卒都在互相打趣着，然后故意发出豪迈的大笑，试图以这种方式来驱散心中的恐惧。只是200步兵对阵1000骑兵，真的很绝望。嘿嘿，将军那么厉害，能赢的，肯定能赢的，一定能赢。你可记得我年少模样？此路不通。你当真以为凭着数百部族就能够抵挡本关？笑话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弓箭手，放箭！将军，他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应该是妨碍回收卖的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 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我说过的，此路不通。想好。江西巡抚就这。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这一日，峡谷内杀声震天，费如虎以200兵力，借着地势硬生生挡住了谢学龙的上千骑兵，武将之名彻底响彻整座皇朝。而虾人这边同样的心急如焚，他现在已然全无退路，要么成功炸城，然后迅速回援费如虎，要么炸城失败，他们尽皆身死。听着，若是还想活，就别玩花样。破城之后，我会杀死知府和知县，到时候不但把你放了，还会派船送你去南昌。记住，丢城失地都是巡抚谢学龙的责任。他养寇自重，故意把兵力调去安福县，将府城留给反贼，趁虚攻占。而你张镇守奋勇杀敌，一度击溃贼寇，还因此身负重伤。什么？我不但不用死，还可以把责任推到文官头上。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，明白就好。快开城门！我的腿断了，快去找接补大夫。知府，昨晚抄本被破，当心有诈。快点，墨迹什么呢？当心我到大公公那告你的状。听到大公公这3个字，本来还在犹豫的徐富生心里一惊。要知道，
现在的朝政差不多完全被大公公把持了，要是得罪了他，自己恐怕也离被罢官不远了。开城门，制服不可，若真是敌军，咱们我说开城门。城门打开后，虾仁并未急着进去，而是带着太监故意站在城门口，不让城门关闭。张镇守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反贼来了，快跑啊！在见到知府被杀后，城内守卫顿时乱成了一锅粥，连抵抗的心思都没有，纷纷逃得无影无踪。毕竟1个月才拿几个钱，拼什么命啊！孝良，城内就交给你了，帮我照顾好小妹。先生放心，我就算是拼了命，也不会让小姐受一点伤。二哥小心，我在这等你和虎哥回来。如虎，坚持住，虾哥来了！虾仁拼命催动着胯下战马，只希望速度再快一点。他对这姐弟俩实在是亏欠了太多。虾哥、小妹，你们现在应该已经安全了吧？将军，我们好像要死在这里了。应该是了，你们害怕吗？怕个卵！我女儿知道后肯定是要为我骄傲的。仅凭200士卒便能挡得本官无法前进，我都有点佩服你们了。但也仅限于此，毕竟总归是要死的。放箭！虾哥，如虎好像没力气了。呀！起来！一转眼，我的时间久了，感觉一如时间，再逞强，再疯狂，也会想。江西巡抚。你们也快来救这伤员！快啊！来了！经过小姑娘的呼喊，被眼前一幕吓呆的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纷纷上前救治伤员。这也不怪他们，毕竟眼前的众人伤的实在是太重了，每人身上最少7、8处伤口。为首的费如虎更是身中数箭，宛若一个雪人。虎哥，你别有事好不好？咱们还没有去河里抓鱼，还没有去街上买糖葫芦，还没有去做好多，你答应我的事，你不会骗凡儿的，对不对？我此生不再遥望远方，愿你安乐把我遗忘。若相逢不安，旧梦也光。小姑娘在将剑拔出后，伤口处却并没有多少鲜血流出。见到这一幕，小姑娘顿时哭得更厉害了，眼泪犹如断了线的珍珠一般，怎么也止不住。因为她知道，这并不是因为伤得不够深，而是因为虎哥已经没多少鲜血可流了。
去将城内最好的补血药搜集过来，我要它火。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回来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而且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给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 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月已换旧，10年却相依，和月光。小妹，二哥，我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。二哥知道，二哥都知道的，你放心，有二哥在，如虎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虾仁听后连忙将小妹抱进怀里，口中不断的安慰着。他知道小姑娘为了找他走了那么远的路，见了那么多的事，这中间一直都是费如虎陪着他，在他心中早已将其当成了亲哥哥，所以他很害怕，真的很害怕，害怕虎哥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芳儿，以后就不要叫我小少爷了。啊？那叫什么？我叫你小妹，你叫我虎哥，怎么样？好。小妹在呢，虎哥。哎。小妹，你已经在这照顾2天了，休息一下吧。不要，我要看着虎哥醒过来。好，那二哥陪你一起等着。虾仁听后没再劝阻，而是默默地坐下一起等待着。兴许是那些汤药起了作用，又兴许是小姑娘的祈祷传进了老天爷的耳中，一声期待许久的咳嗽声终于打破了此间的寂静。虎哥醒了，虎哥，你终于醒了，可吓死芳儿了。小妹别怕，我可是很厉害了。厉害，虎哥你最厉害了，跟二哥一样厉害。嘿嘿，嘉哥，我想去看看他们。此次参与峡谷之战的总计200人，连你在内，回来了9人。连我在内，只有9人。费如虎闻言缓缓抬头看去，只见映入眼帘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坟墓。他从未像此刻一般讨厌191这个数字，望着眼前的一座座墓碑，耳边似乎又传来了那一声声的将军以及他们互相打气加油的声音。将军，我们赢了！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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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赢了，弟兄们，我们赢了！虾仁站在一旁，默默地看着最前面的一座墓碑，碑上并未刻字，那是他专门为自己准备的。从一开始，他便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件事的。嘿嘿，臭小子，谁让你为我挡那一刀的？想当剑甲也不是这么个法子吧？16岁。可是你才16岁啊，你这让我怎么跟你奶奶交代？同样的一幕发生在墓园各处，这些在战场上身中数刀都不曾喊疼的汉子们，此时却哭得像个泪人。如果可以，他们宁愿死的是自己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墓园外赶来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都是刚刚换防下来的士卒，趁着休息的时间来看一眼自己的亲人。
江西巡抚前来叫阵，反贼虾人速速受死！江西巡抚，谢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只是如今的你似乎有些狼狈。哼，只会逞口舌之力。大军原地扎营，明日攻城。先生，谢学龙如此急切的想要攻城，我想应是那太监的污蔑起了作用。应该是了，不然以那位谢巡抚的能耐，怎会如此冒进？而这边的谢学龙也正如虾人他们所料，府城一丢，他便立即收到了朝中好友的来信，而信中内容更是让他的心如同这深秋一般萧瑟。哼，鼹鼠傍产，皇军好自为之。但是咱们现在无钱无粮，不如撤兵吧。撤兵？怎么撤？如何撤？反贼就在府城，一旦撤兵，怕是要被即刻温斩。难道咱们就这么看着？只能如此。就算朕这最后的一兵一卒，也必须留在白鹿洲。站在白鹿洲的岸边，谢学龙望着对面的府城，整个人早已心如死灰。对方似乎什么都不用干，只是据城而守，就已经将他逼得穷途末路了。毕竟如今的江西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，他是在独自对抗反贼。喂，妈，我可能活不了了。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 肉，还卖了3000多呢。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武宗啊，你说这大明究竟是怎么了？学生不知。哼，就因为虾贼不再劫掠，城外的那些士绅商贾便如平常无事一般。他们非但不帮我剿贼，反而责怪我挑起战事。你说，究竟老夫是贼，还是那夺了府城的虾人是贼呀？其实他们心里清楚，只不过都在观望而已。观望？穆宗啊，还是你看得透彻。人心便是这样，地方如此，朝廷亦是如此。明日战后必身死，待到那时，你便讨贼去吧。父帅何出此言？朝廷没救了，大明也没救了。我弑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只能以死报效君王。我观天下反贼，皆无再造乾坤之能，唯有这虾人必能成事。恩师说笑了，我一个举人，怎能从贼？随你吧。谢学龙听后懒得再劝，此时的他已经心怀死志，明眼人都知道，他这不是攻城，而是去撞城墙送死。这稻谷都是虾贼种的，咱们给他毁了。对，给他毁了。嘿，嘿，嘿，嘿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回府帅大人的话，我们在摧毁那虾人所种之物。糊涂！犯下罪行的是那虾贼，关这些谷物何事啊？说着，谢学龙便心疼地走上前，将被踩倒的稻谷一一扶起。跟在其身后的李宗学眼含热泪地看着这一幕。如此能臣，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必有作为，可偏偏生在了这奸臣当道的时代，还和那极有可能成事的虾人对上了。先生，这谢学龙也算是个能人，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，还能募集到足够的粮役。只不过如此一来，他就将全部人都得罪了。确实，放眼整座皇朝，又有几个谢学龙？换做其他巡抚，怕是连一个乡勇都募不到。只不过他肯定是要死的。第二天天刚亮，谢学龙便带着士卒攻城。不是他不想多准备几日，而是他的粮草已经消耗殆尽，所以今天是他与虾人的首次正面对决，也是最后一战。只是终归是临时募集的乡勇，哪里见过血？刚一交手，便被吓得转身就逃。即使督战队在后面连砍数十人，也无济于事。
败了，终究还是败了。不错，拿着为师的头颅投贼去吧。陛下，臣不负君，君可负臣乎？恭送恩师。崇祯6年11月秋，原本该在南京跳江殉国的谢学龙，提前了10多年自刎于吉安城外。与其说他是死在虾人手中，倒不如说他是死在了朝廷手中，死在了那些旁观者的手中。验明正身了吗？就是他。虽立场不同，但也是忠义之士，望将军厚葬。厚葬？你是觉得本将很好说话，给他厚葬？那我那些战死的弟兄们怎么办？在下愿将全部身家献出，不求厚葬，只求让恩师入土为安。可以。谢将军。在得到虾人的陨落后，这位一向尊师重道的学生罕见的违抗了师命，没有投靠虾人，而是毅然而然地选择了自尽。他这不是殉国，而是追随恩师。毕竟这烂了的皇朝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情谊可言。将他们葬在一处吧。是。拿来吧你！你们不能这样！你们不是虾先生手下的兵吗？怎么还抢东西？哼！我们虾将军让你们过上了好日子，拿点东西难道不应该吗？我的簪子！松手！你给我松手！少女疼得浑身发抖，可却依旧死死地攥住那枚簪子不肯松手，也不肯开口向对方求饶，心中的那份尊严不允许她这样做。只是她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里为什么和娘亲说的不太一样。暖暖啊，听说吉安城来了位夏先生，他待百姓可好着呢，你去了一定能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娘，我知道了。就这样，闺名叫暖暖的少女来到了一片新气象的吉安城。在这里，她见到了很多的新鲜事，也听到了许多大人物的名字，比如那位待百姓极好的虾先生，作战极其勇猛的虎将军，以及聪明可爱的虾小姐。听说虾先生很年轻哎，他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么年轻，又多了个了不得的身份，那将来岂不是要和皇帝老爷一般高了？只是不知道虾先生的虾字怎么写，有机会一定要学一下。少女坐在河边，一边啃着手中的馒头，一边抬头四处张望着，口中还不时地发出惊叹声。总之，刚来吉安城的她对一切都是那么的好奇、憧憬。可如今，她已经顾不上这些了。她现在只希望手中被踩碎的花簪还有修补的可能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把脚拿开！将军，如虎，把他们绑起来！你们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你们？回将军的话，小的是大军进城后才参军的。打电话回去查一下。又换手机了？这手机还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苹果15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。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。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绝对靠谱。他们拥有专业质检，提供1年质保，买卖2手手机认准爱回收就对了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原来是后加入的，几个阿子货，你们真是给大同军丢脸。阿爹阿娘说过的，夏先生是个好人，如果不是他，很多百姓都要饿死的。还说我来了吉安，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。
小姐，你爹娘现在何处？我爹在边关战死了，娘亲死在了来时的路上，现在还生下个哥哥，也在边关。夏先生不用内疚的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至少让百姓们都吃上了饭，不是吗？小姐，簪子你还要吗？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虾仁听到这个答案后，身形猛然停下，整个人如遭雷击般立在当场。他知道，少女不要的不仅仅是簪子，而是他好不容易替他们拾起的心气和尊严。自己前脚刚拿下府城，后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，让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女麻木地接受了不公。这一刻，虾仁的道心仿佛碎成了千万份。你不去找大姐，我不怪你；扔下小妹孤单一人，我也不怪你。可你如今手无一成，这世道却依旧如此，哈哈哈！你还不如死在那场逃荒里。花簪已碎，是非对错我已无心解释。既然尔等不听劝告，那便杀。这一日，虾仁带着几名作乱的士兵前往法场，感受着民众们投来的崇敬目光。他意识到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这几个兵痞全是破城之后入的军，并非李家拐的那群子弟兵。此五人不遵军令，擅离职守，淫杀抢劫，现正法示众。臣。随着这些兵痞的人头落地，百姓们那颗悬着的心也放了下去。他们是真怕虾仁再如之前那群官员一般鱼肉乡里。先生，该走了。在处决完这些人后，城中的隐患彻底扫除，虾仁便来到了太监张营的住处划分地盘。没办法，他现在的实力太弱了，若真是独占一座城的话，必定引来大军围剿。劳烦张大人替我转告新任知县，宣化乡、永福乡、东都乡、田心乡这4个乡归我管辖，官府别来这4个乡征收赋税，我也不会闲着没事攻打府城。这小的做不了主，是如灵知县的事情。我也不为难张镇守，你可以转告新任知县，他若不愿意，杀了重新换一个便是。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还有，我定下的政令一条也不许变动，尤其是那座墓园，任何人都不准靠近。听见了。在安排完具体事宜后，虾仁便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地离开了。有趣的是，城中竟有上千人拖家带口的愿意跟着反贼走。崇祯6年11月秋，吉安分守太监张宁募集乡兵，英勇拼杀，终于把反贼虾仁赶出府城。江西巡抚谢学龙壮烈殉国。启禀将军，在不远处发现一艘可疑商船，已将其截停。不必看了，直接将船上的人绑下来。将军，不是说咱们不抢正经商船吗？屁的正经商船，吃水那么浅，亏钱跑吗？对哦，还是将军聪明。在虾仁的命令下，士卒们很快便将船上的人全部赶了下来。要说这李邦华也是够倒霉的，本来是带着200士卒前后夹击，结果自己扑了个空，好不容易赶回来，却收到了谢学龙兵败自杀的消息。先生，这位是前任兵部尚书，晚生拜见孟岸先生。此人如何？我只敢才，社稷之臣。那就跟我回去吧，把船上的其他人放掉，让他们回家报信，就说李先生被我请去做客了。就这样，虾仁在回城的路上又捡了个野生的兵部尚书，这个意外收获简直莫名其妙。